附近做活的妇人见了都暗自摇头，这憨娃都6岁了，整天邋里邋遢的，他娘也不好好的给他拾掇拾掇。李二芳见他这样，心里恼怒的紧，上去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顿揍。老娘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？憨娃可管不了这些，他只知道自己饿了就得吃东西，他哭得鼻涕眼泪糊了一脸，躺在地上踢着腿。我说李二芳啊，孩子饿了你就给他吃呗，又不是没有吃的，你让他再这么干嚎坏嗓子可怎么办呢？李二芳无奈，真是体验了什么叫做有心无力，烂泥扶不上墙。行了，别嚎了，回去吃饭。山里头也不缺柴火，吃饱喝足的众人就围着火堆取暖。有人忍不住感叹，要不咱就定居在这里头吧，不缺粮不缺水，还不用担心山匪流民的。咱在村里的时候日子都没这么好过呀。是啊，还逃什么难呢？整日家提心吊胆的，还不如躲在这山里啊。村长也知道大家的心情，他又何尝不是呢？可是长期聚集在一处，又没有官府的允许，容易被当成是叛匪的。可是村民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如今即将过冬了，若他们接着启程逃难，那山里能带走的东西不多。到了李州，若是李州官府不接收他们，这天寒地冻的物资短缺，他们逃难的难度将会更大，能活着到定居地的人也会更少。村长认真地考虑起来，要是拿村民们的命赌李州官府会接收他们，还是会像灵山县一样对他们城门紧闭。村长沉默了很久，终于下定决心，各位乡亲，如今即将入冬，咱们物资短缺，即便是到了李州也不一定结束逃难。我想啊，咱们干脆在山里过完冬吧，等开春天气暖和之后，备足了物资再继续逃难。大家有什么想法尽管提，咱们一起商量着解决。咱虽说是在南方，可是这冬天也是很冷啊，没有房屋，咱们怎么过冬啊？山里那么多木头，咱这几天勤快点，搭一个能遮风挡雨的木屋也不难啊。如今逃难就别讲究那些男女有别的，一家人搭一个木屋，中间留个土坑烧柴火，总能扛过去吧。至于烧水煮饭这些，拿到屋外头做，艰苦一下，这个冬就过了呀。这样总比出了山官府不接收咱们，东西吃完后又冷又饿强啊，到时候还不知道先饿死还是先冻死呢。我反正听村长的，村长说啥就是啥。村长虽然决定留在山里过冬，可是也尊重其他有异议的村民。有不想在山里过冬，想继续北上逃难的，在你们物资准备好之后，我会安排人送你们出去。大家考虑清楚了，咱们力求所有人都平平安安的。如今大家共过患难，感情比以往好上很多，都希望村里人能一起进退。人多一些，这逃难的路上安全性也高一些，而且村里有村医，路上有个头疼脑热的还能有大夫治。我们听村长的，大家要走一起走，要留一起留。村长欣慰地点了点头，他自是希望大家都在一起的。如今村里就剩这么点人了，他是真不想再看到村民出事了。既如此啊，那咱们明日便动手搭木屋，只需能遮风挡雨便行。开春后咱就继续走。考虑到村里有些人家在遭遇山匪时没了壮劳力，村长决定让人优先搭建他们的木屋，家里有伤患的也都优先搭建。商讨结束之后，众人各自散开，回到自家营地。三叔，咱家就围着这个火堆建一个吧，这个位置挺好的。行，火堆周边树的距离和大小刚刚合适，围着这几棵树搭就成。简单搭好，铺上油布防雨，不出1天就能达成。捡栗子累了一整天了，杨婉也有些扛不住了。如今有人守夜，睡得也比较安心。一家人分了2个被窝，明泽、明涛、李夫子、杨三一个被窝，杨婉、冯氏等人一个被窝。出门逃难，条件简陋也是必然的，能一家人整整齐齐的睡觉，已经是多少人的心愿了。安静的营地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哭声，声音凄惨绝望，似是天塌了下来。杨婉被吵醒的时候，冯氏、林氏等人早就朝着声源的方向过去了。夫子啊，你安心睡着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，回来跟你细说。村长等人也闻讯赶来，到了那户人家的营地前。
李大夫，求你救救我男人，没了他我可怎么活呀？夫人叫李翠，她男人受伤之后，她便一直细心的照料，担惊受怕的，一有点动静就会惊醒。今日半夜，她男人突然不受控制的抽搐起来，任她怎么叫都叫不醒，甚至短暂的失去了呼吸。她吓得六神无主，这才痛哭出声来。李大夫行医多年，这样的事儿也遇上过，多半是外伤引起的高热，可是他也拿这症状束手无策，多半都是患者自己扛过来。李大夫吩咐李彩儿赶紧煎些清热的药，伤者身体抽搐，牙关紧咬，只能先等他四肢放松下来，这才能灌药呢。大家都散开一些，我家明涛以前也出过这种症状，我有经验，让我来帮李大夫。他若不说这话，一个10来岁的小姑娘是很难让别人信服的。众人听他说有经验，便自动让开一条缝，让他挤了进去。李彩儿想起之前明涛的事情来，说不定他真有应对此症的经验，便问道：婉婉，如何做？先解开他的领口和腰带，把头偏向一边，免得呕吐物堵塞气管导致窒息。掰开他的嘴，拿块布巾塞进去，免得他把舌头给咬伤。有没有人帮着去打盆冷水过来？我去吧。泉水冰凉，正适合用来降温。杨婉绞了块帕子递给李翠，婶子，按照我说的地方擦，擦颈部、腋下还有腹股沟，对，就这么一直擦，帕子再用冷水浸一遍。周围的村民们都静静地看着，那个10来岁的丫头此刻像是会发光一般，她镇定自若的样子让人莫名的幸福。连平时跟杨婉一家有矛盾的李二芳、杨平等人都默默地看着不敢出声。人命关天呢，就算他们平日里再怎么不对付，此刻也是希望朝夕相处的村民们能平安活着。李翠心里的慌乱被渐渐抚平，终于在搅了第4次帕子擦拭之后，男人停止了抽搐。婶子，继续给他擦身子，我去看看药煎好了没。杨婉走到李彩儿身边，李彩儿挥着小扇子正卖力地扇着火。婉婉，你真厉害，我阿爷都没有办法的症状，你居然知道怎么缓解。我那是恰好有经验，要不是照顾我家明涛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其他的病症我可不会，我又不是大夫。那也很厉害了，谁能像你一样临危不乱的指挥救人？莫说你一个10岁的小姑娘，大人都做不到呢。婉婉，要不你也来学医吧，咱俩有个伴儿。你那么有天赋，我阿爷肯定不会藏私的。李彩儿怂恿着杨婉，她太想有个姐妹一起学医了，一起背医书，一起采药，一起去看诊，光想想就能笑出来。我真没有这方面的天赋，纯粹是经验。趁着李彩儿不注意的空隙，杨婉掀开药罐，往里头丢了2颗强力退烧药，又丢了几颗消炎药。药熬好之后倒进碗里，李彩儿端着走到李大夫身边。李翠用肩膀撑着男人半坐起来，李大夫掰开他的嘴，李彩儿便一勺一勺的给他灌进去。就保持他平卧的姿势别动了，头也侧到一边，直到他的高热退下来。侄女儿，你说还会有危险不？他若是高热退下来便没有危险了，只是他这身上的伤你得仔细照料着，上药之前最好是用开水煮过的帕子都擦一遍，所有接触他伤口的东西也尽量都煮一遍。李翠听得认真，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李大夫在旁边她不问，非要问一个10来岁的丫头。也许是他在她最绝望无助的时候帮了她，她莫名觉得这丫头就是可靠。众人见没有什么大事后，便各自散了去，心里对杨婉又有了新的认知，也许不能将她当成个普通丫头看待了。怪不得冯氏会说让她当家，杨三一家都没意见，原来竟是这样伶俐的丫头。那种场面，莫说个小丫头，哎呀，我看了都心慌呢。她居然还能镇定自若的指挥救人，连李大夫都信了她的。娘说了，让你多跟他们走动走动，你还不乐意，这一下你知道原因了吧？自今晚之后，杨婉在村民中的地位便不一样了，她心里头那股子不服气也随着伤者的平安散了。原来丫头也是能让人看重的。娘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去跟他们交好的。大志啊，你也是，听娘的，准没错。杨大志有些心不在焉的，晚间吃饭的时候，爹娘就让他明日一早去帮杨婉家搭建木屋子。他搞不明白，
自家的木屋还没有建呢，为啥要去帮别人建呀？而刚刚他好像隐约猜到了爹娘的意思了，想起刚刚火光映衬下那张清丽脱俗的脸，明明杨婉才是事件中的主角，可他偏偏只注意到了他身旁的姑娘。娘，我明日会早起过去帮忙的。刘春桃这才满意的带着他们回到自家营地。村长在这事发生后走访了有伤患的每一户，仔仔细细的交代了杨婉提的建议，让他们的亲属千万要照做。再发生一次，可没有这么好运能捡回条命了。翌日，家家户户开始动手搭建木屋。杨婉一家昨天找到的食物多，今天便不用再出门，只专心把木屋给搭好。杨三负责砍树，剩下的人则把砍好的树运回营地。明泽和明涛还小，冯氏没让他们干活，吃完早饭后就让他们跟着夫子找一处空地读书去了。赵文怀一大早就被他娘给提溜过来，跟着夫子念书了。杨婉和杨慕柔两个人拖着根粗壮的木头，正要回营地呢，突的走过来一个少年。木头重，你们姑娘家的不适合做这件事儿，我来吧。杨大志的嗓音有些粗哑，可能是处在变声期的原因。杨婉两个人有些奇怪，各家搭各家的木屋，忙还忙不过来呢，怎么会有人主动来帮他们？那根木头很长，少年扛着木头的中间，前后有时会不平衡的晃一下，杨慕柔便连忙伸手去扶。这时候少年便有些不自在了，耳根子红彤彤的。杨婉大概知道对方为何而来了，自己这副豆芽菜一样的身板，怎么可能会让人脸红呢？老板小哥了，不知道小哥怎么称呼，是哪家的？我叫杨大志，是村长的儿子。大志哥，怎么有空来帮我们？你们不需要搭木屋吗？我爹说了，先帮村里有困难的人家建木屋，你们孤儿寡母的，就是需要被照顾的人家。杨婉失笑，村里比他们困难的人家多的是，他们好歹还有三叔这个壮劳力呢，明显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杨婉也不拆穿，自家姐姐的桃花自己没有立场插手，只要不是烂桃花，一切便顺其自然。往返了好几趟，终于砍够了木头，杨三便回到营地着手搭建。大志，剩下的交给我们吧，你赶紧回去建自家的去，我们忙得过来。说什么话呢？人家帮我们扛了一早上的木头了，饭都不留人家吃，这就撵人家走。杨三这才想起来，挠着脑袋笑得不好意思。大志，师叔想的不周到，你别介意，千万吃了饭再走。不了吧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是我应该做的。话是如此说，可是脚步却没有挪一步，眼睛还是若有似无的往杨慕柔的方向瞟。你跟叔客气什么？你要不吃这顿饭，叔心里可就不高兴了。大志呀，别客气，要不是你帮忙，我们到下午都不一定准备好木头呢。这顿饭你必须吃，不然婶子心里呀可就过意不去了。杨大志应了一声，笑得憨厚。杨婉叹了口气，要是冯氏知道自家宝贝闺女被人惦记了，不知道作何感想，她还会不会把人拉到自家来吃饭呢？小姑娘家的，叹什么气呢？小心叹老啦。三婶不懂。杨婉无力的道，她养得白白嫩嫩的姑娘被人给惦记了，心里头正复杂呢，七上八下的没个着落。她这颗老母亲的心呀，他们怎么会懂？冯氏准备的饭菜丰富，因为要干一天的体力活，他把剩下的所有肉都给做了，爆炒兔肉、板栗炖鸡、清炒荠菜，有荤有素，饶是家境比普通村民好的杨大志都惊呆了。这伙食，他在家都不敢这么吃。原来他们的日子过得这么好吗？那他会不会看不上自己？不行，他也会让他过上好日子的。他有一身的力气，比村里同龄人壮实那么多，下地上山都是一把好手。婶子，吃完饭我帮着你们把木屋也给搭好吧。那怎么行啊？你今天都帮了我们大忙了，你家也需要搭屋子，我们怎么好意思一直耽搁你呀？就是呀，剩下的交给我，有了木头搭屋子也不费什么事儿，你安心回去搭自家的吧。杨大志心意已决，说什么都要留下来搭木屋。冯氏等人直乐的夸他心眼好。杨婉闷头扒着碗里的菜，如今大家粮食都被劫了，他不好拿大米出来，天天拿板栗当主食吃，容易便秘的，他就只能多吃一些蔬菜预防着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出去走走。你怎么就吃这么点啊？等会儿会饿的。吃不下了。
杨婉说罢便出了自家营地。大志啊，你多吃一些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。杨大志哪有不满意的，他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好吧，明明食材差不多，味道却比常人家的都鲜美。杨婉担心昨晚发高热抽搐的那个大叔，也不知道情况如何了，他就想着过去看看。到了李翠家的营地，他家的木屋已经建好了，因为他家人口少，男人又受了重伤，木屋是由村长指挥着人优先建的。婶子，大叔情况如何啦？哎呀，侄女儿，快来坐，你叔早上就醒了，高热也退了，也没再反复呢，如今瞧着精神好了很多呢。那我进去看看大叔。这便是救了我的那个侄女儿。李翠连忙上前做事要扶她起来，杨婉连忙制止住。哎，婶子，莫要挪动大叔了，大叔需要静养着。怪我这身子不争气，不能照顾侄女了。都是一村的乡亲，叔跟我这个小辈客气什么？我就是来看看叔，可是脱离了危险了。叔既然醒了，想来离康健也不远了。看完张勇，杨婉和李翠出了木屋。张勇的伤不知道还会不会发炎，他的空间里有治外伤的药，但是又不好拿出来，他只能偷摸的往药罐子里放口服消炎药和止痛药，到时候李翠煎药的时候一并倒给他喝，希望他能挺过来吧。杨婉走了之后，李翠端着放凉的药进去。当家的，这次真的多亏了杨婉这丫头，否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可惜遇到山匪，东西都被抢了大半，我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感谢他。张勇喝了药后，精神又好了些，之前伤口难以忍受的疼痛似乎也缓解了大半。咱就算没遇到山匪，也没啥好东西给人家。我这条命既然是他救的，那我以后就用这条命护着他。哎，是这个理儿，咱这难也不知道要逃到什么时候去，这路上祸福难料，咱也只能用命护着他了。杨婉回到自家营地的时候，杨大志正和杨三干得热火朝天呢。杨大志有意要表现自己，各种粗活累活抢着干，热了还脱掉自己上衣，露出一身的腱子肉来。乡下农民也没有那么多讲究，男人干活热了脱上衣的多的是，好多小姑娘就是挑农忙的时候去选夫婿的。也不知道这杨大志吃什么长大的，确实不像个14岁的少年。杨慕柔早就提着篮子带着2只猎狗跑出去挖野菜去了，哪里知道有人想在他面前刻意表现呢。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，木屋早就搭好了，杨大志也没有理由继续待着了。哎，回来啦，咋样啊？说上话了没？没呢，忙着搭木屋子。你说说你白长那么大个儿，怎么跟个小姑娘说话都不敢呢？你饭吃哪儿去了？光长个子不长脑子。杨大志也很懊恼，他确实很想跟人家搭话呀，可就是不敢呐，万一被人给讨厌了可怎么办呢？哥真没出息，白给人家干一天活。2天的时间，村里的木屋全部搭建完成。之前以为还要继续逃难，杨婉便没有捡太多栗子，多了也带不走。如今村里决定留下过冬，那过冬的粮食就得好好的准备了。三叔三婶，我和婉婉去那边看看。你们别走太远，就在这附近转转就行了，有什么事儿喊一声，我和你三叔也能听见啊。要不我和你们一块儿去吧。三婶放心，我们不走远，就在这附近呢，再说还带着2只猎狗，出不了事儿的。林氏这才不多说了，让他们早去早回，便继续跟着杨三一起挖新发现的葛根。他们发现的这一片有很多，够挖好几天的。林氏不由感慨，太冲山可真是个宝山呀。杨婉倒是想进深山，可是林氏叮嘱了，到时候要是发现找不着他们，不知道会急成什么样子，搞不好还会惊动村长他们呢。杨婉从空间里拿了板健胃消食片出来，抠了2颗递给杨慕柔。这是啥呀？可以吃吗？啊，这是消食的药，咱天天拿栗子当饭吃，容易便秘的。杨慕柔小脸一红，瞪了杨婉一眼，心想婉婉怎么老是盯着人家拉不拉屎的问题呀？杨婉很冤枉，她就是从自身出发替他们着想啊，怎么还被瞪了？那娘和三叔他们呢？不给他们吃吗？回头我放汤里，大家都喝了。说罢，杨婉又从空间里拿了馒头和包子出来，塞给杨慕柔几个，自己又大口吃起来。
哎，好久没有吃过正经主食了，真是想念啊。是啊，就是咱偷摸吃独食，这心里头怪难受的。两只猎狗馋得嗷嗷叫，尾巴摇得都快起飞了。杨婉给他们吃了几个肉罐头，两只狗吃完，撒丫子就窜进丛林里头找猎物去了。杨婉又掏了很多蔬菜水果出来，放到篮子里，花椒、辣椒、大蒜、葱等等调味品也塞进去。到时候林氏问，就说是在山里头摘的。哎，要是能进深山就好了，到时候打几只野猪，一整个冬天的肉都不用愁了。婉婉，深山哪有那么好进的？村长说了，里头凶禽猛兽可多了，说不定还有猛虎呢。万一要是遇上猛虎可咋办？咱这附近吃的东西也多，野兔野鸡的也不少，犯不着为了口肉冒这么大的险呢。杨慕柔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意了，有菜有肉的，偶尔还能跟着杨婉出来解解馋，生活质量跟没逃难的时候也差不了多少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野兔野鸡毕竟是肉少，加上村民们也开始设陷阱抓捕了，以后只会越来越难抓的。而且天天出来捕猎也太麻烦了，现在还好，等到入了冬，这天寒地冻的，猎物们也都躲着猫冬呢，到时候就更难猎了。我就想着趁现在猎几头野猪放着，做成腊肉或者风干肉，能放好长时间，够咱吃到开春呢。可是野猪哪有那么好猎的？我听村里人说，野猪皮糙肉厚的，就算是经验丰富的猎人，也只能靠设陷阱来抓捕，普通的刀具根本就伤不到它，还可能激怒它，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我倒是不担心这个，你知道我有很多奇怪的武器，上次给你们的电棍和电击器，效果你们可都是见识了的。说到这个，杨慕柔也想起上次遇上山匪的事儿了，那电击器轻轻一碰，人就倒了，效果是真的好。可是那个电击器得需要近身使用啊，野猪怎么可能让人靠近啊？我也有远程使用的武器的，能让猎物短时间之内睡着，射程大概在3到7丈以内。当然，野猪皮厚，越靠近效果越好，不一定非得跟它近身呐。杨慕柔听他有这样的武器，放下心来，心里头也在考虑着这件事儿的可行性。那咱要怎么说服娘他们呀？娘我倒是不担心，她是知道我情况的，就是三叔三婶那有些麻烦，而且猎野猪这么大的猎物，三叔是必然要叫上的，不然谁给咱打掩护呀？我一个小姑娘单枪匹马弄死一头野猪，哥你信不？杨慕柔头摇得像个拨浪鼓，想起那画面还觉得异常好笑。要是这事儿传出去，谁还敢娶她妹妹？她都能干过野猪，笑啥呢你？咱可是在说正经事儿呢。实在不行，咱就先找到野猪踪迹再说，到时候见其形势吧。三婶，我们在这边呢，马上过来啦。林氏听见回应了，这才松了口气。你看，这才多长时间就开始找咱们了，怎么可能会放任咱俩出去找野猪啊？杨慕柔摊了摊手，两个人无奈地对视了一眼。走吧，回去咱再想办法。两个人收拾好之后，叫回两只猎狗就往回走。杨婉的空间里倒是还有无人机呢，可以用来找东西。可是这山林丛林密布，树木繁密，根本也不适合无人机飞行，真是愁死个人。回到营地之后，杨婉把篮子递给冯氏，又冲他眨了眨眼睛。冯氏了然地接过，放进了木屋里。杨三和林氏挖回了很多葛根，日头还早，林氏便去打了很多水回来，准备洗些葛根粉放着。这也算是个体力活，杨婉和杨慕柔便一起蹲下帮林氏打下手。杨婉洗得高兴，过不了几天就可以吃粉条了，比天天吃板栗要强。等到葛根粉洗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天色也晚了，冯氏已经做好了饭菜，正煮着汤呢。杨婉眼珠一转，趁林氏他们不注意，摸到冯氏身边，背着身子偷摸地打了好几个鸡蛋进去。冯氏看得好笑，还是忍住配合着他。哎呀，你们两姐妹哪里捡的那么多野鸡蛋呢？我都给煮了，给你们补补身子。你们啥时候捡的野鸡蛋？我咋不知道啊？就是你和三叔挖葛根那会儿，我和婉婉不是在周围转了一圈吗？就是那时候捡的，还是猎狗带我们去的呢。哎呀，这两只狗养的可真直，又能看家护院，又能找粮食。杨婉闻言挑眉，
暗暗地冲杨慕柔比了个大拇指。天快要黑了，李夫子便没有再教几个小子读书了，怕他们伤了眼睛。张云掐着点过来接赵文怀，顺便又送了一只白日里打到的野兔子。你咋天天不是送菜就是送肉的？我家不缺这些东西啦，赶紧拿回去，做了给文怀补补身子才要紧呢。我这是给夫子补身子的，我家文怀让夫子费心了，夫子不收咱们束修，咱不能不识好歹呀。春姐，行了，别推搡了，我家里头还有一只呢，饿不着文怀的。如今这山林子里什么没有，还差这点肉吗？冯氏见推脱不过他，只能收下了。张云赶紧抱着自家儿子跑了。切，这不是鸡就是兔子的，今儿个又煮野鸡蛋，真是顿顿有肉顿顿香，这日子谁见了不眼红啊？憨娃闻着蛋香味儿，口水就没有停下过，瞪着咕噜噜的眼睛看着香味飘来的方向，一边缩着手指，一边咽着口水。他虽然是有些憨吧，但是不混，比狗娃那混球可讨喜多了。见自家儿子这副不成器的样子，李二方扶额长叹，难道真的要重新生一个？咱不也逮了只野鸡吗？炖了就是，犯得着眼红别人。炖了下顿吃啥呀？咱把它处理风干了，每顿吃一点点，能吃好久呢。我说你这个婆娘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？你男人出去打猎都累一天了，炖只鸡怎么了？又不是以后猎不到了，你怎么盯着人家的锅灶看？咋的？看了那肉能跑咱家锅里头吃？趁咱还有命在，该吃吃。谁知道以后逃难是个什么光景？能不能活着到定居地还难说呢。现在省这些东西干啥呀？行了行了，炖就炖，那你明天得再打些猎物回来。张根子不耐烦地敷衍着。憨娃见他娘真的去烧水推鸡毛去了，乐颠颠地跟过去守着。杨老头一行人循着村长们说的方向赶路，想尽快地追上大部队，好得到庇护。可是他们这群人里头，杨大宝和秦氏母女刚遭受了摧残，身心都处于崩溃阶段，根本就没有体力长时间的赶路。走了一天一夜后，三个人实在是受不了，瘫坐在路边。继续走，不追上去不能停。村长们就比咱们早走3日，只要咱们抓紧点儿，肯定能赶上。到时候粮食的问题也解决了。杨三只是分家，没有断亲，他还是我杨老头的儿子，不可能放着咱们不管，肯定会分粮食给咱们的。这个吃里扒外的，放着爹娘不管，竟跑去跟冯氏那几个丧门星一起过日子。要是他不走，有他护着，大宝也不会被人给糟蹋喽。杨大宝脸色一白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发冷。他是再也不想记起那天发生的事儿了。可是前世偏偏又提出来说一遍，那日发生的种种又冲进他的脑海里，令他忍不住反胃。杨大宝直接吐到浑身无力，胸腔一阵窒息，快要昏厥过去的时候，这才勉强止住了。这都已经是呕出血来了，前世吓得手脚都软了，杨大也被吓了一跳。这要是真有个什么好歹，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这要是出了事儿了，谁给他养老送终啊？同样遭受劫难的秦氏和二丫只敢缩着头在一边窝着。秦氏紧紧地抱着二丫，头垂着，眼里没有丝毫对杨大宝的担忧，甚至泛着寒意。他没有忘记，是这个儿子在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把二丫给推了出去。秦氏心里冷笑，可惜前世他们看不清楚。秦氏突然很期待，有朝一日他们看清了杨大宝的真面目，会作何感想？那下场一定很精彩吧。过了许久，杨大宝终于好受了些，吃了些干粮，喝了点水，但是脸色依旧苍白。前世见状心疼的不行，大宝累不得啊，你背着他赶路吧。杨大也累呀，可这是他唯一的儿子，全家都指望着他以后做官光宗耀祖呢。若是真有个好歹，前世非撕了他不可。杨大认命的背起杨大宝，刚走2步，杨大宝就闹着要下来自己走，闹得杨大差点就失去耐心。前世又急又心疼，可对方是他的乖孙，他舍不得说句重话，只能把火气发到秦氏母女身上。2个没用的娼妇，要不是你们勾引来了贼人，大宝怎么会受这无妄之灾呢？勾引来了又伺候不好，连累大宝跟着受罪，你们怎么不去死？赶紧死了才干净啊！
别耽搁时间啦，赶紧走吧。钱氏骂骂咧咧的走到杨大宝身旁，小心翼翼的扶着他，也不催促，就这么配合着杨大宝的速度。娘，你没事吧？二丫，娘的闺女，你没事就好，娘只有你了。二丫的眼泪不受控制的流着，打湿了秦氏的衣襟，她埋在秦氏的怀里，声音闷闷的。娘，我不会让他们好过的，娘，咱们可一定要活下去。咱们娘俩一定能活下去，等到了安全的地方，咱就离开他们，去一个谁都不认识咱俩的地方重新生活。二丫不语，她活下去是为了报仇的，她要看着杨大宝他们不得好死，又怎么会去一个离他们远的地方呢？两个人耽搁了一会儿，前头的杨老头等人已经离他们很远了，可是谁也没有回头看他们，更不要说停下来等他们。两个人收拾好情绪，加快速度又跟了上去。又走了一天一夜，一行人迟迟都没有看到村里人的身影，杨老头逐渐的焦躁起来。怎么会？不应该呀！村长就比咱们早走了3日，怎么还没看到他们的人影？他们拖家带口，还带了不少粮食，速度应该不会很快。我们白天黑夜都在赶路，按理来说早就该追上了，怎么还没看到人影啊？几个人连走了2天2夜的路了，食物早就吃完了，如今是又饿又累，再追不上村里人，恐怕真的要饿死了。饿红眼的流民为了口吃的可是不要命的，敢跟他们抢，不死也得被扒层皮。他们还看到好几个流民换娃娃的，不用想都知道是咋回事儿。秦氏紧了紧拽着二丫的手，默默的离他们远了些。爹，现在可咋办？我是真走不动了。钱氏也累得够呛，一路扶着杨大宝，他这把老骨头都累得直不起腰了，也提不起力气来折腾秦氏母女了。老头子，现在可咋办呢？人没追上，吃的也没有，难道咱们真的要饿死在这里了？我这老骨头死就死了，可是大宝还年轻啊，未来他可是要做官的，他不能死啊！钱老头依旧默不作声地抽着他的旱烟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他又不能凭空变出粮食来。气氛变得凝重起来，杨大眼珠子转了转，往远处同样坐着休息的秦氏母女瞟过去。这路上他看到不少女人为了口吃的，主动跑到有粮食的人跟前儿宽衣解带，做起了流莺。钱氏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，再联想到这2天见到的事儿，顿时就豁然开朗。两个人真不愧是母子，都不是什么好货。你们2个去找吃的，找不到别回来。娘，我上哪里去找吃的呀？嘿，老娘管你去哪儿找吃的，找不到吃的就别想待在咱老杨家，爱滚哪儿滚哪儿去。说罢又站在原地顿了一会儿，又怕秦氏母女真的走了不回来了。钱氏指了指远处的一个女人道：她都能要来吃的，你们怎么会要不来？你们可比她干净多了。娘，你怎么能让我去做那种事儿？你还有什么脸面跟我叫唤？你以为你还干净呢？都被人玩过不知道几次了，装什么贞洁烈女呢？你要真是什么贞洁烈女，早就死在清河村了，跟着我们跑出来干啥？你们要是能要到吃的，还算是有点用处；要是要不到，就趁早滚！我老杨家可不要娼妇。秦氏绝望地看向杨大，当家的，你也是这样想的？我好歹为你生了一儿一女，你就这样对我吗？嘿，大宝才没有你这样不知检点的娘呢，你就是他的耻辱，是杨家的耻辱。杨老头和杨大宝不发一言，垂着头，看不清什么情绪。哼，我就算了，可二丫她是你们杨家的种，是杨大的亲闺女，你们也要送她去认认糟践吗？呸！一个丫头片子赔钱货，我老杨家会稀罕她？她能喂她爷奶，喂她爹，喂她哥哥挣口饱饭吃，才不往杨家养她这么多年呢。秦氏闻言面如死灰，他早就料到了那件事情之后，他们母女在老杨家的日子不会好过的。秦氏不再争辩，
起身拉起二丫，默默地朝着难民堆里头走去。二丫跟着他还能留着条命在，若是留在老杨家，早晚被他们给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钱氏见状，以为他听进去了，是去找吃的了，心里头得意着，面上却做出一副嫌恶的嘴脸。大宝啊，再忍忍，等会儿就有吃的啦，你先喝点水啊，可别渴了自己。杨大宝皱着眉，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是不甘，是耻辱，是厌恶，总之不是舍不得。秦氏拉着二丫进了难民堆之后，借着人群的遮掩，迅速地朝着另一个方向跑了。他的身上贴身藏了些口粮，留着救命用的。钱氏等人左等右等，一直等到天黑了，附近的流民都散尽了，都没有等来秦氏母女送来吃的。钱氏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，嘴里却还是不干不净地骂着：这两个娼妇怎么还不回来？你过去那边找找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死是活，总要有个结果。他一个做公公的不好过去看，万一看到什么不该看的，那他这张老脸就没地儿搁了。杨大站起身，饿了一天了，走路都有些打飘。他不紧不慢地朝白天秦氏走的方向寻过去，走了好远，都没有见到秦氏母女俩的身影。渐渐的，所有的矛盾都被恐慌给取代了。秦叔啊，二丫，你们在哪儿？声音在寂静的黑夜里头异常的清晰，传了老远，但是依旧没有人回应他。杨大越来越慌张，找不到怎么办啊？没了他们，谁来给他们换粮食呀？秦氏找不到了。什么叫找不到啊？那么大个活人怎么会找不到啊？我顺着那个方向找了很久，没有见到人影。是不是那个娼妇躲起来了？换了粮食躲起来吃独食儿？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货，当初就敢瞒着我藏私房钱，这个时候居然还敢躲起来，不顾公婆的死活。老娘就不信他能躲一辈子，他离了老杨家能活几天呢？两个娼妇，早知道还不如打死在清河村呢。那我饿。杨大宝的声音有气无力的，他哪里吃过饿肚子的苦，根本就没有钱氏他们能挨饿。钱氏又急又饿又心疼，要是秦氏母女还在，他恐怕都要冲上去活啃了两个人。老头子，现在可咋办呢？大宝要饿出个好歹，咱老杨家可就废了呀。附近找找有没有野菜树皮啥的，先垫垫肚子吧。不用费那功夫了，我刚找人的时候四处看了，别说野菜树皮了，就连草根都被流民拔了个干净，压根没有一样能进口的。哎呀，难道真要饿死啊？哎呀，这两个娼妇是要饿死咱们呐！几个人陷入了绝境，杨老头咬了咬牙，继续走。阿爷，我走不动了。走不动也要走，要么继续走，追上村长，咱们还有条活路，要么就坐在这儿等着饿死，你自己选吧。杨老头此刻也不惯着杨大宝了，话说的直白，说完便转身就走。爹，你背我走，我走不动了。爹也很累，你都15了，定了亲快要成家的人，怎么还让爹背？你自己走吧。杨大宝心里头不满，没想到杨大会拒绝他。以往他在家里是有求必应的，谁都要顺着他，如今竟连自己亲爹都不顺着自己了。大宝啊，再忍忍，咱这是迫不得已，等咱追上村长他们就好啦。无奈杨大宝也只能憋着脾气。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得诸事不顺的？好像就是从三丫回来之后，卖了2次都没卖掉，之后老杨家便一直诸事不顺，连他都遭了劫难了。一日走了一晚上的几个人再次累瘫在路边上，再也挪动不了一步了，肚子已经饿得失去知觉，几个人脸色青灰，甚至会偶尔的出现幻觉。杨大宝早就累晕过去了，钱氏和杨老头年纪大了，虽然没有晕倒，却也是气若游丝。爹，我怎么看见张大富了？杨老头疲惫地抬起头，顺着杨大的目光看过去，是有些像。他是不是牵着个8、9岁的男娃娃？张大富在这附近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村长就在这附近呢？有救了！张大富，张大富，杨大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不是要等喜报吗？张大富拉着狗娃朝3个人走过去。说来话长，其他人呢？
村长他们可是在这附近。我们走散了，我如今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怎么会走散呢？在哪里走散的？我们现在去找，能找着他们吗？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。我们遇到山匪，粮食全被抢了，他们还抢走了不少女人。他没告诉几个人他家被村长给赶出队伍的事儿，毕竟太不光彩。那你娘和你媳妇儿他们呢？被山匪抓走了，如今生死不知。大夫，你身上可还藏有粮食啊？没有，当时忙着逃命，哪有机会藏粮食？稍慢一点就会被山匪追上砍死。我娘就是因为舍不得丢下粮食，才被山匪抓住的。哎呦，这可咋办呐？哪怕找到了杨三他们，粮食被山匪给抢了，找到也没用啊。杨大宝至今还没有醒过来，再不给他吃东西，怕是要饿死了。钱老太，你这么看着狗娃做甚？我警告你了，别打他的主意。你们是人多，但是我张大富可不是吃素的。杨大几个人饿了几天了，早就只剩下半条命，真要是打起来，还真是讨不了什么好。钱氏悻悻地收回目光，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。张家老太太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是？我是柳家村柳荣的儿子柳强，柳叶是我妹妹。话落，钱氏立马就反应过来了，柳叶不就是他给大宝定的那个便宜的未婚妻吗？哎呦，原来是柳家侄孙呐！哎，侄孙快救命啊！再晚点你妹婿就要饿死了。钱氏指了指还晕着的杨大宝，柳强见状赶紧将人给扶起来，几个人合力将杨大宝放到马背上驮着。柳强侄儿可有吃的？我们饿几天了，实在是扛不住了。此地不方便细说，我们先找个人少的地方。杨大闻言点头，总算是有救了，心里头松了口气。张大富眼珠子一转，他反正已经被村长给撵出队伍了，就算是侥幸找到村长他们，村长也不一定收留他们父子，何不跟着杨大几个人，兴许还有条出路呢。张大富，你跟着我们干什么？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自然得一起走，路上互相照料。杨大冷笑，互相照料？刚刚问他要粮食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到一个村的要互相照料？这会儿看见他们有粮食了，又巴巴的贴上来。刚刚还想打我们呢，可不敢跟你互相照料，你爱走哪儿走哪儿，别跟着我们。杨大，你真要见死不救，我们好歹是一个村的，总该有些情分。跟杨大讲情分，杨大是最不会讲的就是情分，否则秦氏跟了他这么多年，又给他生了一儿一女，他不也照样没讲情分吗？赶紧滚，赶紧滚，别跟着我们，有柳家侄儿在，你别想跟我们动手。柳家侄儿，我不跟着你们也行，可否借些粮食救命啊？张大富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谁呀你？咱们无亲无故的，在村里头都没说过几句话，你上来就要人家救命的粮食，你脸怎么那么大呢？赶紧带着你那傻儿子滚，别给脸不要脸！张大富被钱氏骂得脸色青黑，他在村里头横惯了，还没有谁敢这样指着他鼻子骂呢。他自然是忍不下这口气的，上手就要去打钱氏。柳强见状，抽出包袱里的砍刀，横在张大富的身前。张大富被吓得不敢再进一步。滚！张大富拽着狗娃的手，转身就跑。嘿嘿，大侄子怎么会有砍刀这样的兵器啊？我原本就在镇上的镖局走镖，有这些兵器也正常。这次也是要送些东西才路过这儿，没想到遇上你们。那你爹娘他们呢？现在在何处啊？我四处走镖，收到的消息早早便安排他们进城避难去了。如今沧州也不知能撑多久，城里也不安全了，我打算让他们借道北上逃难去。钱氏闻言又羡慕又气愤，羡慕柳家有柳强这样的能人护着，不用吃逃难的苦；气愤柳强既然收到消息，怎么不提前通知他们准备呢？害他们吃尽了苦头，大宝还遭了难。柳家到底有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？可是如今还要靠着柳强逃难呢。钱氏不敢把不满写在脸上，只能在心里头暗暗的记上这一笔。等到大宝以后做了官，重新再给大宝娶一个官家闺女。你们放心，既然遇上了，我就不会不管你们，我会送你们进城，跟我家里人一起北上逃难。我跟守城的官爷有些许交情，放你们几个进城应该没有问题。那就多谢柳强侄儿了，咱们本就是一家人，自该互相帮扶的。立了冬，山里的温度一下子降了许多，营地周围能吃的东西基本已经被村民们都挖走了，附近的猎物也差不多被猎完了。动物们似乎意识到这边的危险，不再经过营地附近，
这也导致了打猎更加艰难。村民们过冬的物资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虽然不丰富，但是省着点吃，倒也不用挨饿。此刻，李夫子正检查明泽的学业呢。明泽啊，自你跟着我读书起，就一直抱着三字经读，如今过这许久，可都记住啦？我记住了。那好，玉不琢不成器的下一句是什么？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等等，我问的是玉不琢不成器的下一句。夫子，等一等，马上就被盗了。那养不教，父之过的下一句是什么？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明泽呀！李夫子无力地喊了一声。夫子，再等等，这次马上就被盗了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哎呦，行了，别背了。赵文怀在明泽身旁小声说：“下一句是教不严，师之惰。”李夫子闻言脸色更差了一些，差点维持不住秀才的风度。他不是说都记住了吗？怎么还需要从头开始背呀？记是记住了，就是想不起来。李夫子长叹一声，看都不看明泽一眼，转身便回了木屋里。师弟，夫子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没有，夫子只是累了。大人总是会莫名其妙的叹气，我爹娘也经常叹气，绝对不是生气。他们没事也叹。我就说嘛，我这么用功努力，夫子怎么可能会生我的气呢？赵文怀心想，师兄真的很能想得开，也许不用自己安慰，过一会儿他自己就想开了。李夫子进到木屋后，杨婉再也忍不住爆笑出声。笑死我了，我第一次见夫子这么无语。你看见夫子脸上的肉都在抖吗？嘘，小点声，等会儿夫子来检查咱俩的进度可怎么办？我还没有学会呢。李夫子对两个丫头的要求不高，这世道女娃子又不能科举做官，能识的字不轻易被人蒙骗便已经不错了。是以对他们的要求仅是认字儿，至于字儿写得好不好，压根儿也不做要求。放心吧，夫子对咱们的要求不高，会认字儿看账就行。大姐和二姐笑啥呢？赵文怀在对面疯狂朝两个人使眼色，师兄好不容易想开了，二位姐姐可不要再打击他了。没笑你，我笑大姐字写的丑呢，大姐笑我字写的也丑。大姐的字写的确实丑啊，二姐的还行吧。杨婉暗叹，这小子可真是一根直肠通大脑啊，说话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死活。赵文怀扶额，小大人般的叹了口气，起身回了木屋。师兄啊，他已经尽力了。杨慕柔笑得温温柔柔的，杨婉知道明泽要倒霉了，这妮子最是记仇了，明泽这2天可能没有啥好日子过了。怎么没有见三叔三婶？是不是出去挖野菜去了？如今过冬的主食方面倒是不缺，就是肉和蔬菜少一些。前段时间挖回来的野菜要么晒干，要么被冯氏腌制成咸菜了。他的空间里有的是盐，倒是不会舍不得。我也不知道，吃完早饭之后就没有见到他们身影了。可是这附近野菜都被村民们挖得差不多了，再想挖只能往深处走。村长不是警告过咱们不能进深山吗？早饭过后到现在已经过了快3个小时了，依旧不见人影。以往家里谁要是出去干什么，去多久，都会提前和家里人打个招呼的，省得家里人担心。如今他们一声不吭的出去消失了近3个小时，杨婉不禁有些担忧了。咱家物资不说丰富，起码东西吃饱完全没问题，而且我还时不时偷摸拿些东西出来，三叔三婶完全没必要撇下咱们出去找吃的呀。是啊，你越说我越担忧，咱要不要跟娘说一声，出去找一找？杨婉点了点头，两个人进木屋找冯氏。娘，咱也不要出去找找。冯氏听完之后脸上有些不自然，又不知道要如何跟他们说，憋了半天知道不用操心，你三叔三婶有分寸的。杨婉当初好歹是个成年人，见他们的反应隐约猜到些什么。杨慕柔依旧坚持要出去找人。
姐，算了吧，三叔三婶又不是小孩，兴许是被什么事儿给耽搁了，等会儿就回来，咱再等等吧。找三叔吗？我也去。他实在是坐不住了，夫子一直盯着他背书，挪动一下就会被敲一棍子。李夫子板着脸，明泽呀，子不学，非所宜的下一句是什么？明泽条件反射的就开始背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这次李夫子没有再打断他，由着他一直背，没有功夫再说出去找人的话了。杨婉见冯氏实在是尴尬，连拖带拽的将杨慕柔弄出了木屋。婉婉，咱们不是说好的要去找三叔三婶吗？你怎么突然又不去了？娘说的有道理啊，他们两个大人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咱两个小丫头操这心干啥？又过了半个时辰，在杨慕柔越发不安的时候，杨三和林氏终于出现在两个人的视野里。只见杨三走在前头，唇角压不住的翘起，显然心情极好，浑身舒畅，干劲十足。他身后的林氏则羞红着脸，走路有些不自然。三叔三婶儿上哪儿去了？也没有提前跟我们打声招呼，可担心死我们了。就在附近逛了逛，没去哪儿。这冷飕飕的，这附近挖野菜的时候都逛遍了，有什么好逛的？还一逛就是2个时辰。就发现了一处没去过的地方，去逛了逛。哦，杨慕柔点头。那你们下次去逛的时候带我去瞧瞧呗，看有什么好玩的，让你们逛那么久。林氏尴尬的手都快抠破皮了。杨婉见自家姐姐这副棒槌样子，再追问下去，三婶都快要羞死过去了，连忙拉着她的手道：姐，别忘了你啊，咱去找彩儿姐玩去吧。她前2天说要做防冻疮的药膏给我呢，咱们去瞧瞧她做好了没。林氏松了口气，见杨三笑得见牙不见眼的，气得用力的拧了他一把。小娘轻点儿。我让你轻点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轻啊？下次再也不上你当了，我差点都走不回来。没事，下次我背你回来。还有下次？巧娘，我们都好久没亲热了，你之前要养身子，我没敢碰你，后面又忙着逃难没机会，如今好不容易过几天安生日子，再不让我亲近，我可就要憋坏了。反正这几日你给我消停待着，过几日再说。杨三见他态度软下来，立马保证道：好，巧娘好好休息几日。冯氏见他回来，本想揶揄几句，见屋里还有夫子和几个小子，只得招呼一声：回来了，饿了不？我马上做饭去。不用，二嫂先歇会儿，我来做吧。我可没你累，逛了那么久，歇会儿吧。三婶儿，你们上哪儿玩去了？玩那么久，肯定很好玩吧？我出去透透气。明泽一脸的困惑，三婶儿怎么刚进屋又出去了？可惜没有人理会他。李彩儿正熬煮着药膏呢，见两个人过来找他，笑得开心。我煮了几天药膏，都快无聊死了，你们怎么现在才来找我玩？这不是最近都忙着准备过冬的吃食吗？天天外出捕猎挖野菜，都没有抽出空来。李彩儿点头表示理解，她爹娘也是每天出去找吃的，可是大多时候吃的没找到，倒是挖了好些草药回来。彩儿姐，你这是在煮防冻疮的药膏吗？啊，对，这还是我自创的呢，跟我阿爷做的不一样。我这个不仅能防冻疮，用久了手还会变得白嫩的，所以才想着给你们做一些。彩儿明明跟我差不多大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又识字儿，又会医术，还会做这些好东西。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为了能让我看懂医书，我阿爷天天逼着我认字儿，不仅要会认，还要会写，还得写得好看。说是怕我给病人开药方的时候字儿丑丢他的人，天知道我为了写字好看吃了多少苦。杨慕柔一听，顿时觉得也不是那么羡慕了。他现在就是在认字儿阶段，知道那些弯来绕去的字儿有多难写。哎，我只是在学医方面有天赋，药渣一闻就知道里头有哪几味药，可是这字儿是真的难认又难写，说起来真是一把辛酸泪啊。几个人又聊了会儿天，待防冻疮的药膏做好之后，估摸着也到了晚饭的时候了，该回去了。回到自家木屋的时候，屋里气氛已经恢复了正常，林氏和冯氏正在一起准备着晚饭呢。趁着三叔今日心情好，杨婉打算跟他商量商量进深山猎野猪的事儿。就算是猎不到野猪，其他诸如狍子、鹿等大型猎物，随便猎一样也能吃好久。
家里存的野鸡野兔虽多，但是都没有什么油脂，且家里人口也多，没有新的猎物也吃不了多久。三叔啊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说吧，叫三叔干嘛？我馋猪肉了，咱进深山猎野猪去。不行。婉婉，别的事儿三叔都能答应，就这事儿不行。深山危险，就算全村的壮劳力一起都得小心翼翼的，单枪匹马去是万万不行的。三叔，咱家2只猎狗又长大了一圈，在打猎和对危险的感知上，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们。咱带上他俩，真要是有什么猛兽，也能提前跑掉啊。杨婉赞同的点了点头。啊，再说了，咱们开春之后也得穿过深山，进深山不过是早晚的事儿，咱就当去探探路呗。那不一样，那时候是全村一起走，人多力量大，遇到猛兽也能搏上一搏。如今咱家就我一个壮劳力，如何敢带你们进山冒险的？再说，那野猪是你想猎就能猎到的，野猪凶狠蛮壮，别说只有我，就是再来10个壮劳力都不一定能顺利的猎杀它。婉婉，听三叔的，如今咱家的东西够吃，咱们没必要去冒那么大的风险。三叔啊，真的不行吗？哪怕我能保证咱们一定不会受伤，你都不行？不行，2个女娃子能保证什么？三叔不能带你们冒这个险，三叔不想看到这个家任何一个人受伤。三叔可以一个人进深山，但是带你们不行。唉，看来真要守着这点存货，紧巴巴的过冬了。原本以为事情不会有转机了，谁料第2天村长便召集了全村人开大会。大家最近也发现了，猎物是越来越难打。一是我们人多，附近的动物们不敢再靠近；二是冬季来临了，虽是初冬，但不少动物也都猫起来，减少了活动的痕迹。有很多村民来跟我反映，说家里储备的吃食不够过冬了，附近能吃的又基本采完了，猎物也不好打。特别是油，遭遇山匪那次几乎全被抢走，只能靠刮动物肥肉炼油。如今动物难捕，想要再猎到，只能往深山里头走。我开这个会呢，就是想组织咱们村所有壮劳力，拿着武器去深山里走一趟，看能不能猎些诸如野猪、狍子、鹿之类的大型动物。这些大型动物肉多，油脂也比较丰富，每家分下来也有不少，当然也会有风险，所以组织大家一起商量商量。杨三听完村长的话，扭头怀疑的盯着杨婉看，怎么会这么巧呢？婉婉昨天才跟他提要进深山，今天村长就又提了一遍，看这架势还是必须得去。该不会婉婉见说不动他，又去找村长说去了吧？杨平，你去吧。去啊，怎么不去啊？我家2个儿子呢，都说半那小子吃从老子，我家那点东西够吃个啥呀？再说村长都发话了，壮劳力多怕个啥，又不是单打独斗。我家东西省着点吃倒也够，所以你是不想去了？又不是非去不可，我可不想去冒险。杨平啐了一口，呸，怂蛋，白瞎了你那么大个体格子。你去不？张根子点了点头。那能不去啊？那可是肉啊，没进山之前1年到头吃不了几次，这如今都进了山了，有人多事多的，还怕他个牲畜，老子得多存点肉，冬天争娶上个婆娘，再给老子怀个崽儿。这如今逃难在外，福祸难料的，你媳妇儿真怀崽子了，就不怕在路上有个万一呀？哎呀，怕个啥？你们对这事儿倒是无所谓，可脑子连个像样的种都没有，死了都不好意思去见祖宗。众人想起他家那个憨娃，心里又升起那么一点点同情。再说了，我婆娘要是真怀了脑子的崽，老子就得拼了命都得护着她平安，真到了没吃的地步，那老子割肉也得喂饱她。你去不？赵大义身材魁梧，武力值那是数1数2的，虽是村里的外来户，可是那大体格子摆在那儿呢，村里人看不顺眼他的，也只敢在背后说一说，根本就不敢当面找茬。去，秀才老爷说了，我家栓子书读得好，读书费脑子，我得给他好好的补一补。赵大义腰背都挺直了，这种秀自家儿子的机会可不多，他得珍惜。相反，想起自家儿子憨娃，张根子的面色就像是吃了屎一样的难看。同样生的都是儿子，怎么别人家的就那么优秀？这一圈商量下来，去的壮劳力有1大半。村长问道：不想去的可有什么难处，说出来看看能不能解决。
村长，若是遇到猛兽受伤可咋办呢？深山离咱们这儿有些距离，等把人带到这边，估计都凉透了。村长也在考虑这个问题。这时候李彩儿站出来，我可以带上部分伤药和大家一起去，只要有人受伤，我就能第一时间救治。不，我去吧，你好好在家处理草药。阿爷年纪大了，从林子里头不好走，还是我去吧。放心，我不会冒险的，就跟在大家身后，打猎的时候我就找个安全的树上待着就行。李大夫放心吧，彩儿跟着我们去，我们定会保护好她。打猎之前会先给她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。机会来了，杨婉心里头一喜。我也去，我跟彩儿姐做个伴，帮她打下手。小孩子家的凑什么热闹呀？你三叔去就行了，你好好在家待着。三婶，你放心，我跟彩儿姐躲得远远的，再说也不一定用得上我们呢。杨三叹了口气，他是知道这丫头是非去不可，否则昨天也不会央求她半天了，如今倒真是随了他的愿了。巧娘放心，还有我呢，我不会让婉婉有危险的。村里人都是见识过杨婉救治张勇的，那么危急的时刻都能冷静救人，多少是有些本事的，肯定不会拖后腿。可以，你和彩儿一起也有个伴儿。村长数了数，全村31个没有受伤的壮劳力，有26个人愿意去，剩下的5个人说什么也不愿意去。若这次打来大型猎物，原本是打算平分的，可如今看来平分并不妥当。家里没有壮劳力或者家里壮劳力受伤的，可以分到这次打来的猎物，但是家里有壮劳力却不参与打猎的，就不能参与分肉了，不然恐怕会引起争端呢。到底当了多年的村长，哪些人是什么德行，他是一清二楚。想要不出力白得东西，他不会允许的。那5个想白嫖的家庭脸色讪讪的。村长说完这话，他们便拉着自家人回了木屋了。村长可真是的，那深山哪有那么好进，更何况还要打猎，万一真的遇到猛虎之类的可咋办？再说他们都不是专业的猎人，怎么可能打到大型猎物？等着吧，肯定空手而归。就是呀，咱家就你一个壮劳力，要是有什么意外，我们可怎么活呀？村长就是小气，那话就是说给咱们听的，都是一个村的，分那么清楚干啥？那张勇家不也没去吗？还不是照样可以分肉？村长就是针对咱们呢。我看他们这次不仅要空手而归，还会伤几个人呢。张勇便是被山匪砍伤的高烧被杨婉救的那位，他如今也能下地活动了，但是因为他的伤，家里存的物资不多，刚刚还跟村长说要一起进深山呢，被村长给拒绝了。他重伤刚愈，村长可不敢让他冒这个险，说不得一用力伤口又崩开了，便安抚他说会分物资给他，让他安心休养。翌日，所有人集合完毕，村长清点好人数后，大家各自拿上武器和干粮出发了。杨婉和李彩儿被护在中间，一行人往深山的方向走了2个多时辰。2只猎狗在前头探路，途中端了不少兔子窝、松鼠窝，连松鼠洞里头藏的干果子都被掏出来了。村长都忍不住感叹，这狗养的可真值，有这2只宝贝在，它们其实就是起了个搬运工的作用。还没有遇上大型动物呢，手里头就提了不少的猎物了。又走了大约1刻钟的时间，2只猎狗突然在前头一动不动了。它们围着一处地方转来转去的嗅闻，原本东窜西跳的身影，如今变得异常谨慎。那么长时间的相处，杨三早就已经摸清这2只狗的脾性了，知道这是遇上大家伙了，2只狗是搞不定的。村长，有情况，可是遇上大猎物了。杨三上前几步，走到刚刚狗嗅闻的地方，蹲下检查。树下有一堆粪便，树干好像被什么给摩擦过，有一处的树皮被磨薄了很多，看来那东西在这附近活动过。是个大家伙，咱们得开始准备了。转身四处找了找，找了一棵比较粗壮的大树，道：彩儿、婉婉，你们去树干上待着，没事千万别下来。等到2个人爬上树后，众人准备妥当，便跟着猎狗向丛林深处走去。不一会儿，2只猎狗同时就停住脚步，朝前头一个半人高的山洞呲着牙，嘴里发出低吼声。东西就在洞里，咱们需要把它引出来。洞里的东西是什么，众人都摸不清楚，若是贸然进入，怕有危险，只能先给引出来。拿好武器，围着山洞散开。众人握紧手中的武器，谨慎地盯着山洞的动静。杨三示意大黑上前去，大黑咻的一下
便窜到洞前，朝里头狂吠。不一会儿，洞里便传出此起彼伏的嘶吼声。是野猪！众人惊道：“还不止一只！”村长面色凝重，说是一只，凭他们这么多人的围堵，拿下不过是时间问题。可说是不止一只，恐怕会吃些苦头，说不定还会受伤呢。野猪的地盘鲜少有别的动物挑衅，毕竟单打独斗，还没有哪种动物能在野猪面前讨得好。不一会儿，一只体型庞大的野猪嘶吼着冲了出来。这头野猪浑身漆黑，獠牙又长又锋利，凶相毕露，估摸着得有200来斤。洞里又接二连三地冲出来2只，一只和刚刚冲出来的体型差不多，另一只体型小一些，看起来像是一家3口。村长头皮都麻了，这要怎么抓呀？先抓哪一只呀？这3只一起抓，明显是不太可能。村长，咱们先打散他们。村长顿时反应过来，招呼村民们拿好武器，上！26个壮劳力一下子冲出来，拿着木刺、砍刀就朝着野猪招呼。3只野猪原本齐齐追着猎狗跑，被突然冲出来的人给吓了一跳，四散开来。野猪横冲直撞的，体型虽然大，却没有猎狗灵活。猎狗专门引它们去撞粗壮的树。后面2只被村民给冲散了，正发着疯的追着人攻击。村民们拿着武器，待野猪一冲过来，便迅速的往粗壮的树后一躲，野猪便一头撞在树上，趁其昏头的时候猛砍一刀。众人并不跟他正面刚，一直躲避着，抽空去补刀。体型小一些的野猪没过多久便重伤倒地。杨婉和李彩儿在树上听着前头的动静，都有些担心。村长不会有危险吧？听声音野猪好像不止一只啊。放心，2只狗都在呢，多少能够帮着村长他们缓解些压力的。杨婉话是这么说的，可是心里头也是担忧的不行。如果只是一头野猪，他完全不用担心，若是许多头，那问题可就大了。野猪的杀伤力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时间渐渐过去了，村长他们还没有回来，李彩儿越来越心慌，忍不住想要下树去看一看。哎，别，咱们下去只会添乱，村长们还得分心保护咱们呢。那怎么办？万一有人受伤，他们又被野猪缠着，没有办法送过来，岂不是要耽误伤势了？杨婉也着急，杨三也在队伍里，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了。彩儿姐，你在这树上好好待着，我换一棵树待。不行，咱俩一起还有个照应呢。我不走远，就在那棵树上待着，那棵树高一些，兴许能够看见村长们的近况呢。杨婉费劲儿地爬到树上，找了一处粗壮的枝干上站着。怎么样啊，婉婉，能看到吗？杨婉随意地敷衍了一句，她过来的目的可不是这个。杨婉背过身，从空间里拿出麻醉枪，紧紧地握住，随即吹了声口哨。2只猎狗听见口哨声，开始引着野猪朝杨婉这边奔过来。不一会儿，杨婉便看到大黑和二黑的身影，他们身后紧紧跟着一只200来斤的野猪。杨婉握紧麻醉枪，对准野猪的方向，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杨婉估摸着距离，在野猪离他藏身的大树10来米的时候，果断扣下麻醉枪。没跑几步，野猪步伐越来越慢，等到了杨婉树下的时候，便一头栽倒在地。婉婉，猎狗怎么回来了？狗引了只野猪冲过来，撞我树上了，给自己撞晕了。野猪这么好抓吗？不知道，可能这只比较笨，是只笨猪。杨婉也不下树，指着村长他们的方向，示意大黑和二黑去帮忙。大黑、二黑见树下的野猪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便听话地窜了回去。有了猎狗的帮助，村长们终于弄死那头成年野猪了。杨婉见到村民们的身影，高兴地招手：“村长，三叔，这边这边。”杨三循声望去，见杨婉没有待在原来的树上，本打算说教几句，却见他树下竟然躺了只野猪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。这只野猪被大黑、二黑引过来撞树上了，撞晕了，你们赶紧趁机杀了，省得他待会儿醒过来麻烦。杨三和赵大义拿出砍刀，2个人奋力地往野猪脖子上一砍，顿时血流如注。野猪吃痛醒过来已经为时已晚，这一趟整整猎了3只野猪，加起来有500多斤呢。众人的脸上都笑开了花。天色渐晚，营地里还没有见到村长们归来的众人心急如焚，好些人家饭都没吃，在木屋的外头忧心地看着村长们离开的方向。那几户没有参与打猎的人家端着饭碗，幸灾乐祸的道：“我就说不该进深山偏不信，看吧，这个点还没回来，怕是遇上猛兽了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命在。”放你娘的臭屁！你不会说话就憋着。村长他们明明是猎物多，耽搁行程了，
别自我安慰了，李二芳，他说的对，深山哪有那么好进的，还想猎大东西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这不是带着人送死吗？这王水琴、张苗花，你们就那么希望村里人出事儿？别忘了，咱们早晚要从深山穿过去，要是我男人他们有个好歹，没有壮劳力护着，咱们就都得死在山里头。那我家壮劳力又没出事儿，有事的是你们。就是，我家男人也在呢，不像你们。蠢货，就凭他们5个能带着咱们村这么多人走出深山，更何况武器全都被我男人他们带走了，你们要怎么出山呢？谁要带你们出山了？之前要从太冲山穿过，是因为没有粮食，如今有粮食了，谁还会去深山冒险呢？等开了春，我们再走远些，把能吃的野菜、葛根啥的多挖一些备着，再打些野鸡、野兔子风干，我们直接就下山，从原来的计划路线去北上，这样既饿不着又安全，才不会像你们那么蠢呢，非得进深山。哟，原来你们打的是这个主意。刘春桃气笑了。一个村抱团出发，走到如今300多人，就剩下108个人，这其中还有13个人受了重伤。他们凭什么认为自己单打独斗会有什么好下场？他男人又是为了什么才要召集人进深山捕猎的？冯氏和林氏走到刘春桃身侧，轻抚着他的脊背顺气。林氏道：有些人大可放任他们去作死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又何必去费那个口舌？等他们自己出去闯一闯，就知道厉害了。操心太多，反遭嫌弃。在太阳落山之前，村长他们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。村长面容疲惫，精神却很好。在见到村里大家都在等他们时，脸上露出笑容来。除了刚刚说风凉话的那5户人家，其他人都涌了上去。妇人们见村长身后拿满猎物的自家男人们，脸上都笑开了花。再见到分别抬着的3只野猪时，更是惊呼出声：哇，这就是野猪吗？它们的牙齿好长啊！野猪死了吗？会不会咬人？大人们笑着吓唬他们：嘿嘿，会呀，所以赶紧让开些，别挡着叔叔们的道。众人都乐呵呵的。等到了营地的空地上，3头野猪被并排放着，周围还堆满了松鼠、野兔、野鸡等等小型猎物，可是都没有野猪来的扎眼。村长大手一挥道：在这中间燃起篝火啊，今晚咱们吃杀猪饭。那5户人家端着饭碗，看着野猪食不下咽。真是没想到啊，他们还真能从深山里头出来，还不止抓了1头野猪，那是整整3头啊！若是按户头分下来，他们少说也能分到20来斤呢，真是心肝肉都在疼。剩下的3户人家一喜，他们刚刚只是看着，可没有发言，去服个软，说不定能分到肉呢。男人们拐了拐自家女人，示意上去说几句好话。春桃，我们刚刚也是很担心村长他们来着，我们可没说什么不该说的呀。你看这猪肉能不能？嘿，你们是没说什么，可是你们那姿态不就是那个意思吗？怎么现在看着好处了，这又巴巴的贴上来了？村里没有参与捕猎的人家已经自发的在营地中心挖坑烧火，准备烧水处理野猪了。刘春桃抬手指了指正忙活的众人，道：喏，你看见了没？人家虽然没有壮劳力参与捕猎，但是人家是诚心诚意想要出一份力呢。你们呢？啊，就巴巴的盯着那些肉，等着捡现成的。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村长见自家媳妇儿跟人吵了起来，上去问了一句。刘春桃3两句就解释清楚了缘由。他们在你们没回来的时候就阴阳怪气的，指责你带大家去送死。现在见你们回来了，还带了那么多猎物，就眼红想捡现成的呢。带回来的所有猎物没有一样不是大家冒着生命危险猎来的，要是分给了你们，还有什么公平可言？出发前我就问过你们，你们不愿意去，也事先说了，不去就不会分猎物给你们。那时候你们没意见，怎么这会儿又有了？还有事儿让你们男人自己来找我说，推个女人上来闹是什么意思？王水琴眼珠子一转，挑拨道：你们别白费力气了，村长就是偏心，没去捕猎的又不止咱们5家，村长就偏偏不分给咱们，就这配当什么村长呢？张苗花也跟着起哄：就是啊，又不止咱5家，凭啥就不分给我们？我们难道不是一个村的？凭什么厚此薄彼呀？张根子打猎回来原本就很累，在自家木屋前歇脚，离村长等人近，就听了那么一嘴。他本来没有打算管的，可是耐不住别人想白嫖他们的猎物，这可忍不得。你们男人死了吗？放你们出来咬人？要是老子婆娘，老子早几巴掌扇晕了。
一天天的长那么丑，还想得倒挺美，想白吃白喝，怎么不起早点？起早点，老子拉的屎给你们留着。就你们这邋遢样，老子拉屎都不想用力，老子婆娘那么混的人，都还晓得磨刀去帮忙刮猪毛呢，你们怎么嘴一张就要吃的？莫名躺枪的李二方有些无语，这个死男人，人多势众的就不能给他留点面子？张根子骂人的气势可了不得，村长好歹10几个字儿，又是一村之长，再一脸面多少有些放不开。张根子可不一样，李二方嘴皮子那么厉害的人，在他这儿都讨不到好，被治得死死的，惹了他可是什么话都能骂得出口。那几个妇人被骂得脸色青黑，偏偏自家男人又不敢站出来撑腰，那张根子骂得脖子青筋冒起，看起来凶神恶煞的。他们和村长还敢闹一闹，跟他可不敢。你张苗花卡壳半天憋不出句完整的话来，拽了拽身侧的王水琴。王水琴道：我们就是要问清楚，凭什么其他没参与捕猎的人家能分到肉，我们就不行？这不就是厚此薄彼吗？哪里说错了？嘿嘿，凭什么？凭他们男人伤了死了，要不你们男人也死一个，死了老子就同意分肉给你们，老子把自己该得的肉也给你们，你们倒是死一个给我看看呀！放自己婆娘出来讨吃的，缩在后头当王八，算什么男人？胯下那2两肉不要就割了吧，省得丢男人的脸。那几个男人再听不下去了，拽了自家婆娘一把，再闹下去可真的就抬不起头来了。张苗花骂骂咧咧的：嘿，村长就是偏心，谁想跟他们在一起啊？等开了春，咱们自己下山走，不跟他们一路了。其他几个人都没有说话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想法。妇人们围成3个圈，开始埋头给3头野猪刮猪毛。村长见插不进去手，便招呼着几个村民开始分拣猎来的其他猎物，野鸡、野兔、松鼠、狐狸按品种分类堆好。村长理了下人口，思考着该按人头分还是按照户头分。按人头分吧，有些人家人口多，分下来就多；有些出同样多的壮劳力却分得比别人少，就容易引发不满。按照户头分吧，人口多的人家分下来又可能不够吃的，好像怎么算都不能达到公平。村长一时之间纠结起来。杨婉挪到村长身旁问道：村长，您这纠结什么呢？在想怎么分带回来的这些猎物呢，总得想个万全之策，不然怕大家有意见呀。村长想怎么分？我想按照人头来分，这样能确保每个人都能分到，可是又容易引起人口少的人家不满呀。杨婉想了想，好像是这个道理。他家老人小孩加起来一共是8口人，搁以前在清河村的时候这不算什么，可是如今逃难，在剩下的这些村民里，他们家的人口算多的，按照人头分，他家绝对是占了大便宜的。可是这样一来就容易被别人给针对了。杨婉沉思了片刻道：村长，您看这样行不？还是按照户头分吧。如今村里像我家这样的人口多的人家不多，没有几户，大多都是4、5口人一户，有些还只有2、3口人。咱们这次带来的猎物多，除开没去的那5家，猪肉分下来每户能分到20至30斤左右，这些肉做成熏肉能放好长时间，省着点吃，能吃很久。咱们就没有必要再去深山冒险了，倒是可以去设几个陷阱，定期去看一看。村长闻言思索了一阵道：那到时候陷阱里再有猎物，便优先分给人口多的人家，尽量保持公平。村长越发觉得可行，他的初心是帮助那几户有伤员的困难家庭过冬的，如今有了3头野猪，算是解决了大半。村长大手一挥：就这么办，今天的猎物呀，就按照户头来分，能分到猎物的有19户，有什么问题和意见来找我当面说，别在背后搞些小动作。休整几日，壮劳力跟我再进一次深山，这次去不是捕猎，是在深山附近设陷阱，设完就走，隔几日再一起去检查。众人点头应道：村长做主就行，有村长在，咱就饿不死。人口多的人家有些担忧，当面问道：村长，我家人口多有8口人呢，这次也是出了2个壮劳力的，分到的肉恐怕不太够吃呀。能当面提出问题，说明这户人家并没有什么坏心思，只是单纯的担心粮食问题。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了，你家2个壮劳力都出了力，不会让你们吃亏的。这次进深山大家也都看到了，那些动物真是随处可见，咱们设好陷阱肯定不会没有收获，到时候便优先分给人口多的，
人口少的也别急，深山不缺猎物，肯定能轮到你们。咱们一个村的，尽量做到公平，保证每一户都饿不着。众人听罢觉得可行。原本除了那几户有伤员的人家困难些，其他人的物资也是能撑过冬季的。但是能吃饱喝足，谁又不愿意呢？能经常吃上肉的日子可不多，他们得知足。要是以后陷阱里能经常捕到猎物，说不定还能多存一些逃难的路上吃呢。众人心里高兴，手上动作自然麻利。天彻底黑了之前，给3头野猪开膛破肚处理好了。营地中心的篝火燃得高高的，四周也插上火把，没有日光，有火把和篝火照明倒也不差。等到肉分完，现场剩下的猪内脏便用来做杀猪菜。可别嫌弃猪内脏，洗干净做得好了，可不比正经肉差，味道甚至还更独特一些。起码杨婉就特别爱猪大肠，倒是没有吃过野猪的猪大肠，不知道味道如何。对于掌厨这件事儿，杨婉极力推荐自家亲娘上场，无她就因为她家调料多，去腥3件套，葱姜蒜齐全。3件套一下锅，香味瞬间爆发出来，飘散在整个营地中，久久不散。我说冯氏，你这是放的啥呀？怎么那么香啊？这给我魂儿都勾到锅里去了。我家那俩丫头前阵子在山里挖的，说是能吃，我一开始还不信，没想到跟菜一炒，还挺香的。猪内脏的腥气早就被香味给掩盖了，好多人都想伸手捞一块尝尝。刘春桃在旁边拿着锅铲盯着，真要是让他们一人捞一块，那还能剩下多少呀？谁伸手就是一锅铲子，虽然他自己也忍得快受不了了。等到开水一下锅，香味便冲淡了一些。冯氏盖上锅盖炖煮，见众人眼冒绿光的模样，忍不住笑：你们这模样，我还以为要吃了我呢。哎呀，哪里挖的这些好东西啊？回头咱也去挖些放着，虽然不能当菜吃，但是跟菜炒着吃也是美味的呀。冯氏知道这些东西是婉婉拿出来的，外头也不知道有没有，他谨慎地回道：我哪知道，2个丫头在哪里挖的，挖的也不多，想来也没有多少，这味道又太刺激，又不能当菜吃，我便没有多问。哦，这样啊。村民们见事情都干得差不多了，只等着开饭了，便自觉回家里拿自家铁锅出来分菜。众人围着篝火，气氛空前的欢乐。杨婉家人口多，加上他又邀请了李彩儿一起，刚好吃一锅。你家这几个弟弟品性可真好，跟他们吃饭可真消停，一点都不闹腾，不像其他家的，我隔这么老远都替他们爹娘脑壳疼。杨婉笑了下，别人家的小孩有长辈疼着自然放肆些，他的2个弟弟之前可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，从小就会看人脸色。等到好不容易分家出来，能肆无忌惮的撒娇的时候，又给他们找了夫子，一言一行按君子之道教着，自然不敢在夫子面前放肆。营地里头欢声笑语，菜香浓郁，村里过年都没有这么热闹过。没分到肉的那5户人家屋门紧闭，仍旧挡不住扑鼻的香气渗进屋内。家里的小孩馋得受不了，嚷嚷着要出去和他们一起吃，被收拾一顿之后，哭得震天响。张苗花的木屋里，她的男人埋怨道：都怪你拦着我，不然咱家也能分上那么大块肉。听村长的意思，估计现在就算是我想，村长也不乐意带我进深山了，更不可能参与以后的分肉了。老娘都是为了谁呀？是你自己当时不愿意去的，说太危险，怕出事儿，如今倒赖我头上了。我是拦了你，可你若是不愿意，我能拦得住吗？别什么屎盆子都往老娘头上扣，老娘还没嫌弃你这个软骨头呢。男人不说话了，心里憋得慌，他能感觉得出来，经过这事儿，村里的男人们会跟他越来越疏远。你想要分肉，我上去跟村长争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吱声啊？我被张根子指着鼻子骂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吱声啊？哎，这会子倒是来怪我了。我看那张根子骂的有句话是对的，你就是个只会躲女人后头的王八。男人脸色灰败，他的一句抱怨换了张苗花这一通骂，直骂得他连头都抬不起来。1个月过后，林中的温度越发的低了，村民们除了必要的打水砍柴之外，基本都猫在木屋里头不出来。这个月陆陆续续的从陷阱里带回了不少猎物，随着温度的降低，动物的活动也减少了，去深山检查陷阱的频率也从3日变成了7日。这一日刚好是村民们去检查陷阱的日子，村长一大早便带队出发了。下午大概1点钟的时候，李二方便着急忙慌地敲响了杨婉家的木门。冯氏起身开门，冷风便嗖嗖地往屋里头灌，冻得几个小子直打哆嗦。
外头冷，有什么进屋说吧。李二芳摆了摆手，神色焦急。就一句话的功夫，你们看到我家憨娃了吗？吃完早饭他就不见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我家今日没怎么出门，这都猫冬呢，没见着呀，怎么早上不见得现在才来找呢？我以为他出去找其他小子玩呢，以前也不是没出去过，我也没有在意，以往在木屋门口一喊他就会回来，可今日我喊了半天都没有个回应，我上别家找找。李二芳见人没在他们这里，便扭头朝另一间木屋走去。冯氏关上门，也跟着有些忧心忡忡的。哎呀，这憨娃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林氏道：这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咱这一个村的都挤在这儿呢，这熟门熟路的又没有个外人，怕是跑哪家玩累了睡着了吧？冯氏心想也是，深山老林的谁会来偷孩子呀？李二芳围着营地挨家挨户的找了一圈，始终没有憨娃的身影，他彻底的慌了，这深山老林的孩子能去哪儿去了？李二芳赶紧敲响了村长家的木屋，村里出了什么事儿都习惯性的去找村长，村长今天不在，那村长媳妇儿在也是好的。怎么啦？人没找着呀？李二芳急得都快哭了。憨娃不见了，我到处找遍了都找不到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李二芳真是六神无主了。刘春桃平时虽然看他不顺眼，但是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，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也不能袖手旁观的。我去喊几个人帮你一起找。冯川、林巧有空吗？冯氏连忙上去开门，林氏也起身走到屋外。憨娃子找不着了，如今村里男人大部分都去深山检查陷阱去了，咱们招呼几个人跟着一起去找找吧。杨婉和杨慕柔闻言也跟着出去。我们也去帮忙找找。几个人又叫了5、6个相熟的妇人。李二芳，憨娃子不见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他要去哪儿啊？李二芳摇了摇头，红着眼。没有，他一向不爱说话，饿了只会喊饿，往常也只会跟不欺负他的孩子玩。今日我问遍了他们都说没有见过憨娃。那这村里所有人家你都找遍了？找遍了呀，连平时跟我不对付的我都去问了，我怕他们为了报复我故意藏了憨娃，还特地闯进屋里去看过，确实是没有。这就奇怪了，营地里头统共也就没有多少户人家，一个木屋就是一家人，一进去就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很难藏人的。憨娃不在营地里，难道是跑到营地外头了？这可就危险了。刘春桃敲响了营地中心挂着的烂铁锅，村里有大事儿或者需要商议的事儿都会敲响这个铁锅的。不一会儿，听到声音的村民们都聚集了过来，全都是些老人和妇人，壮劳力没有几个。这个李二芳家的憨娃找不着了，你们要是有线索的就赶紧说一说，没有的咱们赶紧散开，去周围林子里头好好找找。孩子不见了可是大事儿，村里人还是放在心上的，安排好家里的小孩，留几个年纪大的老人看着，众人便开始四散开来。杨婉找李二芳要了只憨娃穿过的鞋子，随即和杨慕柔挑了个方向，认真找了起来。可惜大黑二黑不在，不然可能还好找一些。杨慕柔也点点头，大黑二黑被杨三带去深山了，估摸着还得有2个时辰才能回来呢。众人一边喊一边找，一直不见有回应，不知不觉的竟然离营地远了些。附近的所有陷阱都检查过，没有见到憨娃的身影。众人不知是该松口气还是该着急好。陷阱里头尽是尖锐的木刺，人掉下去不死也得受不小的伤。村里其他人不敢再深入了，开始从各个方向退回营地。李二芳不死心，依旧闷着头找。冯氏几个人不放心他，便也跟着一起找。是村长他们进深山的方向，这方向他走过一次，加上壮劳力们经常从这里进深山，这条路便比其他地方要好走些。都这个时辰了，村长他们也该回来了。果然他们还没有进到深山呢，就看到村长一行人了。村长见到2个人，诧异地问：你们不好好待在营地里头，跑深山里来干什么？万一出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呢？恩子说你家憨娃不见了，营地里到处都找不到，我们这才出来找的。什么？张根子顿时就急了。憨娃怎么会不见？李二芳那个瓜婆娘是怎么照顾娃娃的？侄女儿，好好跟叔叔说说怎么回事。杨婉3、2句说清了缘由，又补充说：如今营地附近所有陷阱已经都检查过了，没见着憨娃，憨娃要不就是进了深山，要不就被……后面的话杨婉没有说完，大家也能猜到是个什么结果。
不是进了深山，那就是被什么东西给叼走了。总之凶多吉少。张根子急得呼吸都粗重了些，平时那么凶的汉子，此刻却手足无措起来。大黑二黑围着杨婉，讨好的摇着尾巴，身体在杨婉小腿上蹭来蹭去的。杨婉拿出之前要来的鞋子，摸了摸大黑二黑的头，让他们仔细嗅闻。两只狗闻了半天，又朝附近嗅了嗅，最后退到杨婉身旁不动了。看来憨娃没有来过这附近，这里没有它的味道。咱们赶紧回营地，让大黑二黑顺着憨娃的味道去找，兴许还能找到。对，赶紧回营地。说罢飞快地跑起来。杨婉让大黑二黑先跟上去，两只狗很有灵性地追着张根子去了。咱们也走快点儿，回到营地帮忙找一找。众人加快了步伐，还没有到营地的时候，大黑二黑便停了脚步，仔细嗅了嗅之后转了个方向。张根子连忙跟上去，两只狗边闻边走，速度也不快。杨婉等人不多时便追上了，顺着这个方向走了又约摸半个时辰，大黑二黑终于停下脚步，围着一块碎布和几点血迹叫了起来。张根子上前捡起来一看，道：这是憨娃今日穿的衣服。众人沉默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也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往下找。这个时候，李二方和村里人也跟着跌跌撞撞地追了过来。见到张根子手里头拿的碎布还有地上的血迹，再也忍不住，嗷呜一下痛哭出声。张根子垂着头，看不清楚情绪，他收起碎布，又继续往前走。算了吧，根子，憨娃多半是没了，再往里走可就危险了。众人心里明白，能把一个6、7岁小孩叼那么远的野兽，个头肯定不小，孩子不会自己走那么远，恐怕是真遇上什么猛兽了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说罢，便埋头沿着血迹往前走。众人皆是面露不忍，又不能真的让他一个人在深山里头找人，虽然危险，但是他们人多又带了武器，这附近既然有憨娃的线索，说不定很快便能找到了。众人对视一眼，默默地握紧了武器跟上。冯氏见李二方还在哭，虽然不忍心，但还是不得不提醒他，这附近咱们不熟悉，是否有猛兽也不确定，最好别发出太大的声响，恐怕会惊扰了野兽啊。李二方也知道轻重，努力地忍着，死死地咬着下唇，脸颊两侧都在颤抖。大黑二黑依旧走在前头，仔细地闻着，速度越来越快，2刻钟后却猛然停住脚步。两只狗原地绕圈，尾巴夹起来，焦躁不安。众人心下都是咯噔一声，从未见过猎狗做出如此姿态，哪怕是遇见野猪的那次，都没有见他们这般恐惧过。村长抬手拦住众人，严肃道：不能再深入了，咱得赶紧离开，别惊扰了猛兽啊。深山里比野猪凶猛的野兽比比皆是，打野猪尚且费力的他们，又怎么敢随便去挑衅呢？更何况这2只猎狗如此作态，一看就是比野猪更难对付的猛兽。根子，走吧。村长，你带村里人回去吧，我自己进去。胡闹！村长急了，那不是咱们能对付得了的，你一个人进去，那不是白白送命吗？根子也还年轻，孩子还会有，咱们先回去。你不是说要在冬天争取让你媳妇儿再怀一个崽儿吗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根子，听我一次吧，我不能带着村里那么多人去冒险呐。这次遇到的不是野猪那样我们能对付的。村长，不用管我，你赶紧带着村里人离开，我自己进去。你呀，嘿呀！村长见实在是劝不动他，转身找到人群中的李二方。你劝劝你男人吧，他非要进去送死，我实在拿他没办法。李二方也从众人的3言2语中知道前头会有猛兽，而且是他们对付不了的，若是勉强抗衡，恐怕会死伤不少。村长不能为了一个凶多吉少的孩子，拿村里这么多人去冒险。李二方再也忍不住，呜咽着哭起来，声音压得低低的。当家的，算了吧，你不是嫌弃韩娃是个傻的吗？是我对不住你，咱们以后重新生一个，我给你生个机灵一点的，这次一定随你，不会再随我了。张根子往常那么强势的人，在家里经常嫌弃李二方和憨娃丢他的人，此刻竟没有斥责李二方。憨娃再憨，他也是我张根子的儿子，老子不救他谁救他？我平时对你是没什么好脸色，那是因为你不会持家，总是让憨娃邋里邋遢的。可是憨娃多乖呀，又不皮，大人说什么他都乖乖的听，不骂人，不打架。老子嘴上是嫌弃他，可是心里是高兴的。
老子说让你再生一个，也是怕将来有人欺负他呀，没人给他做主。张二芳再也听不下去了，又呜咽着哭起来，手上的力道也松了许多。你放心，老子不会去送命，是死是活，老子要亲眼看到才会死心。我和你一起去吧，我也不死心。你们若有个好歹，没你护着，我这个难也逃不下去了。村长没料到他让他来劝人，反而把他自己也给劝进去了，正头疼的厉害。这时跟张根子关系好的几个壮劳力也站出来，我们要和你一起去吧。张根子心里头虽然高兴，可是他也知道里头是真的危险，不想让他们跟着自己冒险，他拒绝了。不用，你们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老子可不敢让你们跟着，这有什么好歹？你们家里人还不把老子给嚼烂吃了。从进深山打猎开始，村里壮劳力们的感情便与日俱增，张根子也救过他们好几次，几个人心里头都记着情呢。有人开玩笑道：放心吧，有村长在，不会饿着我一家老小的。我也跟着去吧，我家大黑二黑最听我话了，他们如今不敢再往里走，你们没有他们指引，容易迷路的，还容易撞到猛兽面前。我能安抚住大黑二黑，接着往里走，身上也带了些药，指不定能用上。咱们像之前进深山一样，找到地方我就躲树上待着，绝对不乱来。村长皱着眉头，更加不放心了。这次遇到的可是比野猪厉害呀，她一个小丫头怎么也跟着添乱。哎呀，这边的深山咱们都没来过，大人都不敢轻易进去，你一个小丫头可想清楚了。杨婉点了点头。村长，你放心吧，我有分寸，从来不乱来。村长无奈了，叹了口气。哎，既如此，咱们便在这边等着你们，真遇上猛兽了，逃命要紧，别想着上去硬刚。杨婉上前摸了摸大黑二黑的头，往深山里头指了指，两只狗磨磨蹭蹭的开始带路。借着衣袖的遮挡，杨婉从空间里拿出麻醉枪，紧紧的握住，关键时刻还是得靠他保命呀。走了约摸1刻钟后，猎狗便再也不走了，退回到杨婉身侧。张根子悄悄摸上前去，定睛一看，顿时浑身一僵。两只趴下都有半人高的熊瞎子正在奋力地刨着石壁上的什么东西，而在不远处的地上有一只憨娃早上穿的鞋，没有尸骨，血迹也不多，是不是意味着憨娃还活着？怎么办？熊瞎子可不是随便能惹的，遇上只有个死字。果然他们还没靠近呢，熊瞎子便立起身朝众人藏身的方向看过来。众人动都不敢动一下，头皮都发麻。杨婉从空间里拿出防狼喷雾，这款喷雾含有高强度的辣椒素，一经喷出会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，让人流泪、喷嚏、咳嗽，忙于自救。虽然说攻击距离短，但是熊瞎子嗅觉灵敏，闻了也是够呛的。婉婉，你撒了什么？味道这么冲？彩儿姐给我的，说是遇到坏人可以朝坏人撒，我刚刚试了试，对熊瞎子还挺有用。大黑二黑循着憨娃的味道来的，说明憨娃就在这附近，那两只熊咱们要么得弄死，要么得把他们给引开。众人心想，凭他们几个人弄死这两只熊瞎子恐怕是不太可能，只能先引开了。张根子站出来道：我去引开，你们帮我仔细找找憨娃的下落。杨婉又悄悄地拿了罐防狼喷雾出来，扯了块衣角，朝上头猛喷了好几下，塞给张根子。根子说，这上头涂了彩儿姐给我的药，你要是被熊瞎子追上，你就掏出来朝他们挥几下，我们找到憨娃立马就来帮你。张根子接过，道了声谢，便窜出他们藏身的丛林，朝熊瞎子挑衅地喊了几声，撒腿朝反方向便跑。熊瞎子受到挑衅，立马吼叫着追了过去。杨婉赶紧招呼着大黑二黑上去找人。猎狗顺着憨娃的味道来到熊瞎子刚刚在哭的石壁前，冲里头叫唤几声。众人上前查看，发现石壁底下有个小洞，大人根本就钻不进去。大黑趴下身子往洞里头探进去，憨娃便躺在洞里昏睡着。大黑舔了舔他的脸，用爪子刨了刨他。大黑，外面会痛，意思是外面有危险。大黑见拖他不动，索性咬掉他剩下的一只鞋，叼着出去了。李二芳见大黑叼着鞋出来了，又冲里头叫唤几声：憨娃，你在里头吗？是娘啊，憨娃子，快出来呀！娘，我饿。憨娃还活着。李二芳闻言喜极而泣，哽咽道：憨娃，快出来啊，娘带你回家吃东西了。憨娃这才乖乖地爬出了洞来。李二芳一把抱起憨娃，心肝肉地喊着，平时嘴上那么嫌弃，真到了要失去的时候才知道有多心痛。
两只大狗熊追着张根子在山林里头绕圈，熊瞎子毕竟是猛兽，不一会儿就追上张根子，要是被他给拍上一巴掌，立马就要见阎王的。张根子赶紧掏出杨婉给的衣角，朝身后一挥。两只狗熊被味道一激，捂着鼻子原地愣了好久。根子，憨娃找到了，快回来！张根子一喜，朝杨三等个人的方向奔过去。集合以后，见憨娃好好的待在李二方的怀里，衣服凌乱，小腿上有道不浅的伤痕，倒是也没有生命危险。张根子这才放下心来。两只熊缓了半晌，又朝几个人追来。他们原本也没有打算跟熊瞎子硬碰硬的，孩子已经找到了，当然就要赶紧撤离。就在熊瞎子快要追上几个人的时候，杨婉又喷了几下喷雾，两只熊直接抱着鼻子在地上滚起来。杨婉趁机朝两只熊的腹部射了枪麻醉针。杨婉边跑边回头关注着，见两只熊没一会儿便没了动静，他心下一喜，高声道：熊瞎子好像被我的药给熏晕了。众人停下脚步回头看，见熊瞎子确实没有追上来，顿时有些惊疑不定。咱们跟村长集合，让村长带着全部壮劳力过去看看，机会可不容错过。两只熊瞎子加起来可是有700多斤肉啊！众人都有些心动，若真是猎了两只熊回来，顿顿吃肉都能吃到开春去呢。想跟村长集合。果然，跟村长集合之后，众人3言2语跟村长说清楚了情况，村长便招呼大部分壮劳力拿上武器又摸了回去，剩下的多是妇人。村长让剩下的壮劳力护送着他们先回营地去了。一回到营地，李二方就赶紧抱着憨娃去找李大夫处理伤势，杨婉也跟着去了。憨娃的事儿有蹊跷，他得好好的盯着，等处理好伤口了再仔细问一问。憨娃身上的衣服被刮得破破烂烂的，李大夫直接给他包了个精光，身上还有不少擦伤，疼是疼些，却不算太过严重。李大夫连忙招呼李彩儿烧开水，经过张勇发高热那一次，李大夫便也用上了杨婉说的方法，处理伤口的东西都要经过高温煮沸。娘，我饿了。在憨娃的心里，饿肚子才是最委屈最不能忍耐的，只把李二方都给心疼坏了。憨娃，疼你就哭出来，娘这次不骂你，娘待会儿给你煮肉吃。等到所有器具都煮过一遍放凉的时候，李彩儿拉着杨婉到一边问道：在哪儿找到的？弄这么一身伤？在西北边的深山里头，被熊瞎子堵在个小山洞里，那小腿上的伤估计是被熊瞎子给抓的。什么？还有熊瞎子？那他真是命大，居然能撑到你们找到他。这咋好端端的人会跑那么老远？别说一个孩子了，就是大人也不敢跑那么远啊。村长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，让大家不要独自走太远吗？有孩子的人家更要小心不是？我也纳闷呢。总之这事儿肯定有蹊跷，等憨娃的伤处理好了，得好好问问他。李大夫在给憨娃处理小腿上的伤时，憨娃再也忍不住晕了过去。本身就失血过多，又饿了那么长时间，能清醒的撑到现在已经是不易了。古代处理外伤也就是敷上草药，血止住后等伤口自己长好，这样一来，憨娃伤好之后也会留下一道可怕的疤痕。杨婉试探着问：李大夫，有没有想过可以用线来缝合伤口，等到伤口长得差不多再把线给拆掉，这样伤口更加容易愈合，愈合之后也没有那么大的疤痕。你这方法可以一试啊，不过我如今没有这方面经验，不敢贸然使用，待我用猎来的兔子试上几次再说。杨婉点点头，医者谨慎一些也好，只是憨娃可能等不上出结果了，所幸男孩子家的有几道疤也不碍事儿。婶子，快去给憨娃做吃的吧，我在这儿守着，等憨娃醒来又闹着饿了。李二方点了点头，虽然平时没少眼红杨婉家，但是心里多少是有些佩服杨婉的，特别这一次能平安找到憨娃，杨婉是出了不少力，有他看着，李二方也放心。李二方一走，杨婉趁着李大夫转身找纱布的功夫，往准备给憨娃敷腿的草药里头放了些消炎药，再搅匀了。等到处理完憨娃的伤，村长一行人热火朝天的回来了。壮劳力们个个昂首挺胸，嘴巴都快咧到后脑勺了。村里不知情的人一开始还纳闷呢，怎么找个人还高兴成这样？等到看清了他们身后抬的东西时，个个都惊得合不拢嘴。这是熊瞎子啊！壮劳力们把熊瞎子往营地的中心一扔，顿时溅起好高的灰尘。哟，可不就是熊瞎子！哎呀，这还是2只！老天爷呀，你们怎么做到的？壮劳力们腰板一挺，神气道：
不就是熊瞎子吗？惹了我们照样拿下。就是，就算是遇上猛虎，凭咱们的本事也能打他个十之八之的。到时候虎皮给你们这群女人扯着玩。杨婉无奈，下次吹牛能不能别当着他的面，真当他不知情吗？憨娃被抱回自家的木屋里，张根子一回来便去看了，见他没有生命危险，只需要好好的将养着，心里头也松了大半。李二方锅里炖着肉，这次他没有再抠抠搜搜的，炖了满满的一大锅，香味扑鼻。当家的，我听你的，以后好好持家，给憨娃弄得干干净净的，也听你的。咱有命就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命没了省来省去的，也是便宜了别人。张根子背过身去，脸上浮起笑意。也好好照看着憨娃子，我出去跟村长他们处理一下熊瞎子。啊，村里头老老少少都出来围观熊瞎子，毕竟是故事里存在的猛兽，经常用来吓唬孩子的。小孩子对熊瞎子天生的敬畏，别说小孩子了，好多老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。见村里的壮劳力们越吹越离谱，有的还说自己一跳100丈高，一巴掌拍死熊瞎子。村长不得不挤进人群道：哎，行了行了，再吹就过了啊！万一哪天孩子们长大了，真遇上熊瞎子，不想着跑，反而冲上去硬刚，可怎么办呢？那不是害命吗？赶紧的，磨刀的磨刀，烧水的烧水，咱们今天就把熊瞎子分了，吃一次杀熊饭，哈哈。村里的人已经从壮劳力的口中得知，熊瞎子是在找憨娃的时候猎的，不是像往常那样进深山才猎的。大部分人都在夸赞憨娃子有福气，遇见熊瞎子都能活下来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给村里带了这么大的福气，大家都沾光吃上熊肉了。可是偏就有人忍不住要添堵。村长，这熊瞎子又不是你们进深山猎到的，是因为找憨娃才猎到的。照这么说，我们也参与了找憨娃，我们也应该分到熊肉。张翠花和王水琴站出来说道，他们上次分野猪肉就因为没有参与进深山没有分到，后续陷阱捕到的猎物也没有分给他们，这一次他们可是参与找人了的。村长脸色一沉，找了几个留在村里的老人和参与找人的妇人们问了一下，之前没有分到肉的5户村民这次确实是参与找人了，其他3户都找得挺认真的。男人们后来还去深山里找村长他们了，就张苗花和王水琴这2户有问题。王水琴家只是随意在营地周围走了一圈便回了营地，在营地里一直窝着，直到村长们回来。张苗花就更奇怪了，只找了一个方向还不让人跟着，谁知道有没有认真找。其他人可以分，就你们2户不行。凭什么？村长怎么老是针对我们2户呀？我们也是参与找人了的，村长这样做就不怕村民寒心吗？村长沉声道，生那3户都认真找人了，男人最后还进了深山帮忙，抬熊瞎子回来他们也出力了。你们家男人呢？在哪儿？说的好听找人，没找半个时辰就回木屋窝着了，这叫找人？还有你张苗花，找人不让人跟着，谁知道你躲哪里偷懒去了？村长又接着道，人总会或多或少的犯错，但是犯了错知道悔改，知道弥补就还来得及。他们3户后来也是参与进了深山的，他们也私底下来找我道过歉，我也理解他们的难处，事后还是和和气气的一村人。你们呢，总想着挑拨，心想着占便宜，让干点事儿阳奉阴违，男人没点男人样，放任自家媳妇儿到处搅和。就这，我若是分肉给你们，对得起村里其他兢兢业业的壮劳力们呢？张苗花气急了眼道，别跟我扯那些有用没用的，一次2次的针对我们，不就是看我们不顺眼？我男人怎么了？他们也是出去找人去了，是我不让他进深山的，我家就他一个男人，万一出了事儿，你能负责吗你？我们这次就必须分到熊肉，凭什么不分给我们？说罢，拽着王水琴一起往熊瞎子身上一趴，也不管血淋淋的熊瞎子会不会弄脏他们的衣服。我们今天就躺在这儿了，不给我们分肉，谁也别想分。你们简直就是泼妇！村长还真拿这样的妇人没有办法，总不能上去动手，拉拉扯扯的成什么样子。但是刘春桃可不是吃素的，来几个力气大的妇人，跟我一起把这2个泼妇给拖出去，省得在这里耽误大家分肉。刘春桃，你敢？刘春桃撇了撇嘴，啐了一口，我呸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们还能吃了我？我可不是你们男人惯着你们，跟我耍什么横？动手！几个妇人齐齐上手，还不忘暗中掐了他们几把，只把2个人给掐得直叫唤。
刘春桃带人把2个人往人堆外头一扔，叉腰就站在他们身前。2个人起身还想钻进去，奈何被刘春桃带人死死地给拦住了。村长已经开始招呼人磨刀、烧水、剥熊皮了。有过上次分野猪的经验，做起事情来更加的得心应手。李二芳连忙端出一碗炖得软烂的肉糜，坐到憨娃的身前。憨娃平时总嚷嚷着要吃肉，这次就满足他，让他吃肉吃到饱。可是憨娃吃了几口便不想吃了，李二芳有些着急。憨娃怎么不吃呢？这是肉啊，娘给你炖的，还多着呢。憨娃摇了摇头，想吐。李二芳着急了，别是有什么伤没有看出来吧？憨娃乖乖躺着，我去找李大夫来看看。杨婉还在李大夫家帮着李彩儿处理新挖的草药呢。见李二芳着急忙慌的进来，随口问道：“婶子，有的事儿？”憨娃吃不下去东西，他那么爱吃肉的人，今天居然吃不进去肉，肯定是哪里还有问题。婶子，病人都没什么胃口的，何况肉吃多了也腻，也不利于消化。你用葛根粉煮些糊糊给他吃，等到他好些了再给他吃肉啊。李二芳怀疑的看向李大夫，见李大夫摸着胡子点了点头，说杨婉说的没错，肉是不容易消化的，他本身就受着伤，体质不如常人，吃多了容易引起腹胀、恶心等，不利于恢复的。知道他是心疼憨娃，伤好了多给他吃就行，补一补也是好的。李二芳这才放下心来。杨婉听说憨娃醒了，便跟着李二芳一起去瞧瞧。回去的时候，见憨娃自己一瘸一拐的挪出了木屋。憨娃，找娘吗？娘不是让你好好躺一会儿就回来吗？憨娃摇了摇头，指着营地中心的人群道：“走，一直走就有肉。”是，那里是有肉，还是熊肉呢，等你好了就做给你吃，咱天天吃啊。杨婉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心中一凛，他看的是张苗花2人。想起上次分猪肉，张根子狠狠地骂过那2个人，以2个人的记仇性子，莫非憨娃的失踪跟他们有关系？婶子，憨娃怕是有别的意思，搞不好跟他这次失踪有关，咱们就抱他过去看看呗。李二芳闻言面色一正，从找到憨娃到现在，他都担心着憨娃的伤势，还没有来得及细问这些。见憨娃的视线一直停留在营地中心那边，李二芳问：“憨娃，你是不是想过去？”“去，肉要肉。”李二芳拿不准他的意思，索性抱着他朝营地中心走去。张苗花和王水琴还在跟刘春桃等人扯皮呢，实在是熊肉太过稀罕，他们咽不下这口气。“追上了，肉，给我肉！”还在跟刘春桃拉扯的张苗花听到憨娃的声音，顿时面色一白，随即又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，继续和刘春桃僵持。王水琴倒是没有什么特殊反应。杨婉挑眉，唇角勾起，看来这件事情和张苗花脱不了关系了。李二芳不确定憨娃到底指的是谁，抱着憨娃又走近了些，这次离得更近了，憨娃指得清清楚楚，就是张苗花，嘴里还在念叨着：“给我肉，追上了！”张苗花像是个炸毛的母鸡，大声吼道：“哪来的傻子，上来就管人要肉，我欠你的！李二芳，看好你傻儿子，别乱抱出来咬人！”李二芳面色一黑，他儿子怎么了？他们还什么都没有做呢，张苗花怎么反应那么大？憨娃在李二芳的怀里挣扎着，探出身子要去抓张苗花。“抓到，给肉！”张苗花吓得后退2步，也不跟着刘春桃再掰扯了，转身就要往自家的木屋走。杨婉见他要跑，连忙朝刘春桃喊：“婶子，快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”几个妇人帮忙把张苗花扭送到杨婉的面前。“憨娃会失踪，是你干的吧？”“放你娘的屁！贱丫头，赔钱货，胡说八道！”李二芳速度极快，一手在张苗花的脸上狠狠地扇着，力道极大，是下了狠手的。在杨婉那句话说出口的时候，憨娃又一直指着张苗花，李二芳便明白过来了，眼前的人就是害他家憨娃的凶手。“毒妇，我家憨娃招你惹你了，你要这样害他！”王水琴更蒙圈了，看了看张苗花，又看了看黑着脸的李二芳，意识到事情不对的他，默默地往角落里缩了缩。“你放屁！凭什么说我害他？你们有证据吗？还有你们，放开我！
凭什么抓我？还有没有公道王法了？这清河村是你刘春桃一家当家做主了。刘春桃闻言神色不变，和其他几个妇人牢牢地抓着他。憨娃这个事儿可不小，不搞清楚了，村里有孩子的人家可睡不了安稳觉了。事关憨娃，张根子也闻讯走了过来，顺便拉了村长过来镇场子。你们这是仗势欺人，放开我，没有王法了吗？憨娃，想不想吃野鸡蛋？我家有很多。憨娃眼睛一亮，点头。想。那你告诉姐姐，是谁让你跑出去那么远的？憨娃以往只会在自家门口玩石子儿，或者是去找相熟的孩子玩，跑出营地那么远，除非是有人故意的诱导他。追上他，他就给我肉吃，肉追上你了，给我吃。他是不是让你追上他就给你肉吃？憨娃咬着手指点了点头。憨娃刚刚一直让李二芳抱着往这边走，刚刚又挨得近，他自己认为是追上了，正要肉吃呢。这一下所有人都明白过来了，憨娃是被张苗花哄骗着走出营地的。周围一下子嘈杂起来，村民们对着张苗花指指点点。这张苗花真是记仇啊，上次分野猪张根子骂过他一顿，他这是记恨上了，要害他们家憨娃的命呢。是啊，一个大人想甩掉个孩子还不简单，更何况还是憨娃这样的。他只知道吃，又不像其他孩子那样知道慌知道怕，进了林子也不怕，就几根筋的要追那张苗花，可不就跑出那么老远去了。这张苗花真是太狠毒了，我之前还跟他吵过架，幸好他没有对我们家胖娃下手。张苗花见势不对，歇斯底里的喊：我没有，一个傻子的话你们也信？你们凭什么信个傻子不信我？你们就是针对我，不给我家分肉就算了，现在还合起伙来污蔑我。他明明做的天衣无缝，坏就坏在憨娃那个小杂种居然没死，死了多好，一个傻子活着那也是浪费粮食。污蔑你？这里这么多人，我家憨娃怎么就只污蔑你，不污蔑别人？王水琴跟你离这么近，怎么憨娃不止他，就指你？王水琴又默默地退开了，离张苗花更远了些。他是爱占便宜不假，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人。骂我家憨娃傻子，你他娘的连个蛋都生不出来的人，有脸骂什么？这话可是扎到张苗花心上了。以前村里那个张氏也不会生，后来居然怀孕了，他气了好一阵子。那个流言一出来，他高兴的到处传，见张氏的日子不好过了，他这心里的气儿才顺了。如今又被人当众拿出来打他的脸，哪怕心里气得要死，也反驳不了半句，毕竟这事实摆在眼前。你瞪我做什么？李二芳双手叉腰，我说错了吗？你也就是运气好，遇上个没有公婆又窝囊的男人，否则像你这样的早就被羞打出去了。张苗花的男人躲在人群后头不敢吭声，哪怕别人骂他窝囊，他也不敢争半句。村长，你看这事要怎么解决？村长皱眉想了一阵，这张苗花心思可真是歹毒，是存着害死憨娃的心的。如今憨娃没事儿，又不好让他一命还一命，可若是轻轻放下，难保下一次不会继续害别人，那到时候又不知道是哪家的孩子会遭殃了，还会不会有憨娃的好运气。张苗花见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，他挣扎着身子四处寻找，终于在人群后头看到了自家男人。李长贵，你给老娘过来，你就这么看着你媳妇儿被人给欺负啊？李长贵闻言往人群后头又退了几步。张苗花大失所望，到了这般境地，只能就靠自己救自己了。你们凭什么都认定我害人？你们看见了，有证据吗？村长为难了，确实是没有证据。你们在憨娃失踪前可有见到张苗花和憨娃接触过啊？众人都摇了摇头。今日大部分壮劳力都进了深山检查陷阱去了，剩下的人都猫在屋里烤火，没怎么出门，自然是没有人看到。有个妇人出声：今日我是没看见，但是昨天下午我倒是看见他跟憨娃说了好几句话，可是离得远，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。昨日跟他说话怎么啦？话都不让人说了，我还跟别的孩子说过话呢，这个可当不成证据的。李二芳急了，这毒妇害了憨娃还不承认，这要是放跑了，他心里头10000个不甘心。我家憨娃说了是你就是你，怎么就不能当证据了？他以前见都没见过你，怎么会平白无故的就指认你？
傻子的话我不认，要因为这个定我的罪，我不服。村长一时间陷入了为难，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。这时杨婉突然站出来大声道：我看见了，大约辰时初，我出来倒柴灰，见张苗花引着憨娃往林子里走。不可能，我那时候明明没出门呢。我就是看见了，你走在前面，让憨娃在后头追你。贱蹄子，你撒谎，我那时候根本就没出去。杨婉立马飞快地问：那是什么时候？明明是辰时末。张苗花想都没想就接了口，说完之后才反应过来，脸色一白：你诈我！村长他自己承认了，是辰时末哄走的憨娃。这一下子是当着全村人的面，张苗花就算是有千万张嘴也说不清了。张苗花，你心思歹毒啊，谋害同村，念在憨娃平安无事的份上饶你一命，但是清河村是容不下你了，你回去收拾东西，赶紧离开吧，别逼我们用棍棒撵你。冬去春来，村民们在山里过的日子比在清河村的时候还要好，到了离开的时候竟是万般不舍。如今冬季一过，气温也升了，粮食也存得差不多了，咱们是时候出发了。咱们在这山里头过了几个月，外界是个什么光景也不知道，战事有没有结束，官府有没有开始安置流民，这些都得要下山后才知道呢。这2日赶紧收拾东西，咱们尽快出发吧。村长发了话了，村民们再舍不得也不得不开始收拾起东西来。山林里头路不好走，东西只能靠人力拿着，除了吃饭用到的东西，其他能不带的再舍不得也得丢下。杨婉家人口多，大人小孩一人拿一点，东西也能拿个七七八八的。过了2日，村长便集合村里所有人，清点完人数之后便开始启程了。大黑二黑走在前头带路都异常的谨慎，他们人多，野兽倒也不敢轻易靠近，遇见野兔野鸡之类的顺手便打了。如此走了5天，终于走出了太冲山脉。见到外头明朗的日光时，众人仿若隔世。村长有些摸不准如今的局势了，四下又无人可问，就只能带着众人硬着头皮往前走。途经下一个村子依旧如此，倒是看见人了，可全都是衣衫褴褛的难民。看来战乱还没结束啊，这都过去多久了，朝廷就一点动静都没有嘛。众人走出深山的喜悦被眼前的荒凉景象冲得荡然无存。如今流民虽有，可是比起当初是少之又少了。想想也知道，异族入侵，兵祸连连，山匪肆虐，又能有多少流民能扛过那个冬天，活着走出沧州呢？村长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还要继续走吗？村长叹了口气，难得的露出些许迷茫来。他作为一村之长，带领这么多人乱世求生，轻易不敢露出脆弱之态，否则村民们容易恐慌，容易丧失希望。可是如今之景，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，也是怕的。继续走，只要还有命在，总会找到安身的地界的。村长在考虑要不要去最近的县城打听一下，能买些生活必需品也是好的。来几个人和我一起走官道，去最近的县城打探一下情况。杨三和另外几个男人站了出来。我们和村长一起去。准备妥当后，村长嘱咐剩下的村民们在最近的几处空置的茅屋里头等他们回来。目送村长他们离开之后，剩下的村民们便随意的找了几处茅屋歇脚。村里空置的房屋早就被流民们搜刮过无数次了，能用的东西几乎都没有了，但是灶台这些带不走的倒还完好无损。杨婉一家选了处还算干净的茅屋进去，冯氏直奔灶台，卸下包袱里的东西开始煮饭。山里赶路的这几日，众人都没怎么好好的吃东西，只随意的啃了些干粮扛着。大人还能坚持，可几个孩子和李夫子脸色都肉眼可见的白了许多。好不容易下了山了，冯氏自然要好好的给几个人补一补的。炖了满满一锅熊肉，又放了许多葛根粉做的粉条。冯氏抽出灶台里的几根柴火，小火慢慢的炖着。杨婉和林氏收拾着山里新采来的野菜，洗干净之后，等会儿熊肉炖好了，加进去煮一煮，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。突然，屋外传来大黑二黑的狂吠声，屋里的众人一惊，以为有歹人来袭。林氏和冯氏连忙出去查看情况，却见一个12、13岁的少年被大黑二黑扑倒在地，怀里头紧紧地护着一个破碗。冯氏见来人没有什么危险，怕大黑二黑伤及人命，连忙喝止。大黑二黑退回到杨婉身后，
谨慎地盯着趴倒在地的少年。杨婉见洒落在地的几点汤汁，心下了然，估摸着是饿得受不了了来偷吃的，被大黑和二黑给发现了。杨婉见少年露出的手脚部位瘦得只见到一层薄薄的皮包着，被大黑咬破的腿连血都渗不出多少。料想他没有什么危险，便走到他跟前蹲下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若好好回答，这碗肉便送给你吃。少年动了动，手脚蜷缩成一团，奋力地支起自己的身子，空洞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神采，脸上尽是黑灰，头发脏成一缕一缕的。你是这个村的村民吗？少年摇头，可能是饿得太久，也没有力气说话。他张了几次嘴，终于吐出一句：不是。你是别处来的流民？少年点头。村子里可还有其他人？少年顿了顿，指了指旁边的茅屋。只有我妹妹和我。杨婉挑眉，他还有个妹妹呢，难怪明明可以在厨房里头吃饱出来，却还要冒险偷一碗出来。带你妹妹过来吧，你这点东西也不够2个人吃的。少年目光一正，似乎有些不敢相信他，定定地看着杨婉。愣着干什么？我们没有多余的碗给你装肉。少年脸皮扯了扯，想露出一个笑容来，可是太久没笑过了，竟然有些笑不出来。杨慕柔走过来，笑容清浅。我去带你妹妹过来吧，你的腿被大黑给咬伤了，恐怕不太方便走路。不好意思，忘了这茬，我们有草药，待会儿给你包扎一下。少年有些受宠若惊。不用了，习惯了。他为了护住妹妹逃蛋，什么苦头没吃过，被人踢断肋骨的时候都有，这点皮肉伤真算不上什么。冯氏和林氏将人给扶进屋后，杨婉便赶紧掏出伤药给他包扎。杨慕柔没一会儿便带了个6、7岁左右的小丫头过来。见到他的时候，杨慕柔的内心是极其复杂的。那个少年蓬头垢面，破烂的衣衫都遮不住骨瘦如柴的身躯，那般境地，他却把妹妹护得很好。这个小丫头衣着破旧，却比少年的厚实了不少，头发凌乱，却也是干干净净的。你哥哥在隔壁，他让我带你过去呢。小丫头见到是个漂亮姐姐，不像以前见到的那些歹人般凶神恶煞的，便放下戒心，跟着出去了。哥哥，见有这么多人，小丫头有些害怕，3两步的跑到少年身后躲着。少年神色柔和，手在自己看不清颜色的衣服上擦了擦，然后抬手摸了摸小丫头的头发。别怕，哥哥在呢。冯氏眼睛一酸，赶紧去厨房端锅去了。等包扎好少年的伤口，冯氏也端了炖好的熊肉过来。孩子，我们家实在没有多余的碗筷，委屈你和你妹妹吃一碗吧，不够我再给你们家管饱。吃完饭后，杨婉走到少年身旁问道：还没有问你们的名字呢。宁川，我妹妹叫宁瑶。你们是李州本地人吗？不是，我们从沧州边境一路逃过来的。其实吃饱饭了，宁川没有初见时的那般木讷，脸上的表情也丰富了许多。你可知道沧州如今的境况？宁州顿了一瞬，语气沉重。沧州城破了，朝廷放弃了沧州，如今已经被异族占领，我们所有亲人皆死于异族之手，只有我和妹妹侥幸逃脱。沧州还没有来得及逃的百姓全都被异族杀死了，尸体就摆在城门前，堆得比山还要高。异族下一个目标便是李州了，李州的百姓早在几个月前就四散逃难去了。闻言，众人一阵沉默。清河村里还有许多年纪大不想挪动的老人，若宁川说的话属实，恐怕全都遇难了。难怪自下山之后便没有看到多少人，连流民都没有几个。大齐的朝廷怎么回事？就这么看着他的百姓们遭难，至今为止一点作为都没有。杨婉对这个朝代的形势并不了解，他们这种底层的普通百姓又怎么会接触到朝廷的形势呢？但是李夫子他们这样的读书人或许会有些了解。杨婉走到李夫子身前，恭敬地问：夫子，大齐的天子是谁啊？为何对待战乱毫无作为呢？前年先皇突然驾崩，并未留下传位诏书，当今天子又是皇帝唯一的嫡子，自然登基为帝。可当今天子喜爱风花雪月，并无治世之能，若是太平盛世倒也无碍，
可如今战事四起，天子倚重的尽是些文臣，竟是无人可战呐。杨婉有些疑惑，异族的动静这般大，先皇在世时候不会没有准备的，怎么到了当今天子这儿就乱成这样了？先皇生前更加看重宋贵妃生的二皇子一些，可这先皇走得仓促，来不及下诏呀。当今太后更是在先皇驾崩后找了个理由，将宋家全部贬至沧州。二皇子下落不明，如今可不就是太后一党执政朝堂？哎，如今倒是希望宋家造反，拥立二皇子上位，这样大齐或许还有救，否则大齐的百姓不知何时才能脱离苦海呀。明涛和赵文怀听得认真，逃难路上的所见所闻让他们的心里也生出些许责任感。晚间的时候，村长一行人回来了，杨三和另外2个村民受了箭伤，杨三好一些，箭射在胳膊上，没有伤得要害。另外2个村民被射在胸口处，早就陷入了昏迷。李大夫赶紧带着李采儿施救。李采儿的父亲虽然医术不精，但也是懂一些许医理的。他走到杨三跟前道：我来给你拔箭吧。杨三点头应了声。到底出了何事？为什么你们好端端的进城，回来却受了伤了？我们刚到附近的现场，还没有靠近城门，便被城墙上的官兵射杀。还好咱们离得远，还来得及逃跑，否则怕是得全得折在那儿了。官兵为何要射杀百姓？村长们这一路上已经知道如今的境况，一族赶尽杀绝的作风，李州的官府恐怕不会轻易放人进城的。那也就是说，他们依旧是无处安身，必须得尽快离开，否则李州城破，百姓都得死。官府已经放弃了城外的百姓了，如今咱们只能自己谋生路了。胸口受了箭伤的2个村民幸好没有伤到心脉，只是失血过多，恐怕得好好将养着。但是如今的局势根本就不给他们机会休养。村长咬了咬牙道：明日一早咱们就继续出发北上，尽快离开利州城。伤患的家属哭求：村长，可否在这里多留几日，好歹等我家男人恢复一些。不是我不想啊，是咱们都赌不起，也许今日，也许明日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异族就打过来嘛。沧州一破，所有百姓皆死于异族之手，利州呢还能撑几日？咱们早走一日，就多些生存的机会，咱们等不起呀。伤患家属不再说话，他没有想到外头是这么个光景，可是自家男人受了伤了，能经得起奔波吗？村长安抚他：你放心吧，我现在安排人拆下木板子，做2个担架出来，明日让其他壮劳力抬着你们男人一起走，尽量让他们休养着。如今也只能如此了，比起没有逃出沧州的其他百姓，他们都算是幸运的。翌日，村长清点完人数后，便招呼了几个壮劳力抬上2个伤员，继续赶路了。杨三虽然有伤，但是却没有重到影响行动的份上，只是脸色白了些。杨婉偷偷摸摸地给自家三叔用了最好的伤药，又在他喝的水里掺了些止痛药。示意杨三虽然受伤了，却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事儿，不疼不痒的。宁州2兄妹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们，2个人是外村人，村长没有义务管他们，见他们没有什么危险，跟着也就跟着了。冯氏心软，见村长没有说什么，索性让2兄妹就加入进来，跟着他们一起走。多谢婶子大恩，宁川定铭记于心。什么恩不恩的，这都是顺路的事儿。这世道，你们2个孩子能扛到现在也不容易，既然有缘遇上了，那就一起走吧。就这么走了几日，他们遇上了另一队逃难的队伍，对方人数跟他们相当，壮劳力却很多，老弱妇孺没有几个。杨婉有些奇怪，这样的队伍可不多见，只是2队又没有什么交集，只是碰巧遇上，他便没有将这事儿放在心上。又走了一段时间，按理说对方没有老弱妇孺，速度应该很快才对，可是对方一直不紧不慢地跟在他们身后。村长，他们怎么回事？怎么一直跟着咱们？村长也早就觉得不对劲儿，可是对方除了跟着，还没有对他们做什么，他也不好上去发难。村长皱起眉头，对方那么多壮劳力，真要是对他们做什么，他们可得吃大亏呀。他实在是不放心。我过去问问。村里壮劳力们怕村长有危险，站出来几个人道：我们跟你一块去。几个人谨慎地走到那队人跟前，村长和气地问道：
你们为何一直跟着咱们？可是有事儿？什么叫跟着你们？这路又不是你家开的，你们走的，我们就走不得。啊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咱们村走的慢，怕挡了各位的路，各位要不先行一步。领头的汉子嗤笑一声，哼，无所谓，正好我们也走累了，想慢慢的走。见实在是说不通，且对方不是个善茬，村长又带着人回到了队里。村长，他们怕是来者不善呐。村长点了点头。前面有处村子，咱们去休整一下，顺便商议一下如何应对。众人加快了步伐，进村之后找了处宽敞的院子进去歇脚。身后的那队人不远不近的也跟着，也找了一处院子歇着，还派了2个人盯着他们的动静。村长，他们到底想干嘛呀？就是啊，有他们跟在后面，我总觉得背后阴飕飕的。村长皱着眉头，我也摸不准呐，莫不是看中了咱们的粮食了？他们这队人在逃难的人群中算是处境好的，起码每个人都大包小包的背着东西，一看就不缺物资，被人盯上也情有可原。他们那么多壮劳力，真是要是上来硬抢，咱们还能保住咱们的东西吗？怕他什么？咱们连野猪、熊瞎子都能猎杀，会怕他们？村长无语地看向吹牛的人，眼神好像在说，他莫不是忘了这里头有多少水分了，心里没个数。可是又不想大家太过惶恐，于是道：他们应该不知道咱们有武器，以为咱们只是手无寸铁的普通难民，在等时机吧。咱们把武器藏在伸手就能拿的地方，若他们真上来抢，咱们有武器也不虚他们。若他们还是跟在后头，那壮劳力们就集中在队伍后面，护住咱们村的老弱妇孺们。此刻对面院子里，老大，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男人满脸兴奋，早就有些按捺不住了。再等等，我总觉得他们没那么简单。能有什么不简单的？我数了一下，他们全部壮劳力就只有30几个，还有2个受伤了的，连我们一半都没有，怕什么？男人不耐烦了，骂道：蠢货！你也知道他们壮劳力连我们的半数都没有，却能护着那么多老弱妇孺逃难那么久，队里的物资还有那么多，这样的队伍能是简单的？听口音，他们是沧州那边的，能从沧州平安抵达李州，逃过了一族绞杀，扛过了冬天，你觉得他们能简单得了？剩下的人也不敢再说话了。仔细想一想，确实如老大所说，他们那么多壮劳力的队伍都没有那么多物资呢。可是那队里的女人和粮食实在太残忍了，我们都快忍不住了。领头的男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队里不是刚转了几个女人吗？不够你玩的。玩的人太多了，都快不行了，而且都是些瘦骨嶙峋的，一点手感都没有，哪像对面那队人里的又白嫩又丰满。再等等，他们若真是没有危险，咱们就动手，抢了粮食和女人，其他的就都杀了吧。清河村的村民们修整好，正要启程，迎面却进来几个壮汉。村长一脸的谨慎，壮劳力们默契地走上前去，护住身后的妇孺们。你们有何事啊？男子笑得邪气。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们聊聊？他的目光一直游移在壮劳力们身后的妇人身上，像是打量货物一般，直看得众人一阵不爽。没事，还请让路，我们要启程了。一开始村长还抱着不招惹的态度，可是如今这个男人的作态实在是让人恶心。怎么跟爷说话的？不想活了？男人抽出腰后的砍刀，挥了挥，威胁道。或许是长期威风惯了，没吃过亏，男人是相当的自信，不知道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道理。清河村的壮劳力们看着像老实巴交的农村汉子，可也是在深山里头跟野兽拼杀过的，是拼过命、受过伤、见过血的。众人在深山里培养起来的默契和武力值，又怎么会轻易的被几个拿刀的歹人给吓住？男人见没有吓住人，表情略微不自然，刚想拿刀拍一拍顶在前面的村长，霎时间拿好武器的壮劳力们猛地冲出来，将男人带过来的几人团团围住。男人很懵，他带来的5个人更懵，本以为是10拿9稳的事儿，都已经挑好想要的女人了，怎么突然局势就变了？你们想干嘛？我警告你们别乱来啊！我们老大就在对面，我吆喝一声，他们就会过来。上百号的壮劳力不是你们能惹的。村长使了个眼色，壮劳力们默契地扑了上去，几下便夺了几人带来的武器，扔给村里的其他人。男人意识到不妥，大喊出声：
老大救我！村长让人把几个人捆做了人质，对面上百号壮劳力，他们确实不能硬碰硬，不是不敢碰，是他们实在有太多老弱妇孺需要保护，容易被掣住。对面的一伙人听到这边的动静，老大，我怎么听见李四的呼救声？他们6个人带着砍刀过去，居然镇不住那群农家汉。哼，我早就说过他们不简单，偏偏有人要去送死，让他们尝尝苦头也好。抄家伙，我切吧！村长带人将这6个人给捆了，压在前头，众人陆续的出了院子。2伙人就这么面对面的僵持着。大家都是逃兵或的难民，本该互助才是，为何你们让这6人上来行威胁抢夺之事？领头的男人见李四几个人被捆得结结实实的，身后还站了10几个手持武器的壮汉，暗道：这伙人果然不简单。俺都是误会，这几人自己起了歹心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们要是介意，砍了就是，我绝对不会拦着。村长心里头一沉，他这意思是不在乎这几个人的生死了，想拿他们做人质的法子行不通了。李四几个人闻言脸色一白，鬼哭狼嚎的就开始喊：老大，你不能不管我，我给队里抢了那么多好东西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不能不管我。村长还想再谈一谈，他宁愿舍出些东西去，也好过村里再有人伤亡。咱们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，何必非要喊打喊杀？都是难民，能帮的我们自然会帮。领头的男人并不是无脑之辈，若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难民，他们抢就抢了。可眼下这队人明显没有那么好对付，特别是对方居然也有武器的，看样子也都是见过血的。罢了，眼下还不是下手的时机，先捞些好处，以后再说。说说看，你们要怎么帮我们？村长见对方愿意商量，松了口气，道：不知你们最紧缺的东西是啥？男人挑眉，勾起一抹不怀好意的笑来。嘿，最缺的当然是女人了，我看你们就有挺多。村长闻言脸色一沉，身后的壮劳力们立马将刀横起，做出保护的姿态。妇孺们谨慎的后退。阁下别开玩笑啦！不给也行，那我要你们1半的物资。村长皱眉，他们的物资能支撑到下一个州府还有一些剩余，可也不敢保证能在下一个州府就得到补充啊。往后的路也不知道还有多长，若是给出去1半，恐怕很难支撑到下一个能补充物资的州府的。村长沉默了一会儿，道：我们最多能给出1/3的物资，再多便会有人饿死，与其到时候饿死人，不如现在就拼了吧。男人见状笑道：别紧张，说好的商量嘛，总得有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不是？1/3有1/3。反正找到合适的时机，女人和粮食他都要，现在只当收点利息，何必急于一时。村长带着众人快速离开，将他们远远地甩在身后。村长，他们真能放过咱们？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啊。不会，那伙人不是难民这么简单，哪怕当初是，现在也不是了。他们有武器，还形成规模，咱们不能硬碰硬，只能先离开，再想办法。张根子表情愤愤的：那伙人看咱们村的妇孺像看什么玩物一样，真要是落在他们手里，男人还能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，妇人怕是要饱受折磨了。我老婆子一把年纪了，也活够了。上次侥幸从山匪手里逃脱，这次若是逃不掉，我拼着老命不要，也会给你们争取逃命的时间。其他几位年纪大的老人都点头赞同。还有我老头子也一样，反正在山里也体验过吃肉吃到饱的日子了，没什么遗憾的。他们真要是打过来，你们不用管我，尽管跑，以后的日子是你们年轻人的，我们能挡一刻，你们便多一刻逃跑的时间。我们也是，你们先走，不用管我们。事情还没到那个地步，说这一些还太早了，咱们还是想想怎么对付他们吧。村长说的对，咱们村就剩这么几个人了，绝对不能轻易让谁去送死。叔伯婶子们可不要再说这种丧气话。众人一边加快速度赶路，一边思考着如何自保。老大，就这么放过他们？这么肥的羊放掉了多可惜。随后又点了几个人：你们几个去跟着他们，不要打草惊蛇，远远的跟着，别放跑了就行。几个人点头，拿上武器，循着清河村众人离开的方向跟了过去。那地人武力不弱，硬碰硬我们会吃不少亏的，得寻个合适的机会出手。还是老大考虑的周全，
我们哪看得出来什么，都以为是普通农家汉呢。就是，要不是老大深谋远虑，我们一点防备都没有，真要是打起来，搞不好要吃大亏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恭维着，心里想什么不得而知，至少表面上都是恭恭敬敬的。领头的男人心情极好，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要所有人都听他的，按他的想法办事。等到以后再多收些人，规模越来越大，形成势力，哪怕是官府以后想动他们，都得掂量掂量。男人发话道：这次得了不少好东西，这队人居然连熊肉都有，正好拿下去炖了，给兄弟们补一补，补好了身子，才能玩得更痛快，不是？众人哈哈大笑，乐颠颠地提着东西下去炖煮了。清河村众人一路急赶，在夜色来临前找了处无人的村落落脚。不是不想连夜赶路，而是村里的老人和小孩实在是到极限了，一整天都没好好的吃东西，他们的脸色都有些灰败了。不要太分散，找几处相邻的院子歇脚。众人在村里绕了一圈，选了紧紧挨着的3处院子落脚。大家辛苦一些挤一挤，如今敌暗我明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对咱们出手，大家集中在一处也好有个照应。我们知道轻重的，村长，要不是我们拖累，村长也不会冒险停留。哎，都怪我们这老骨头不中用了呀。村里的老人们陷入自责，要是因为他们，村里的年轻人再出个好歹，那他们死都不能瞑目。村长板着脸斥道：以后别再说这种话，你们后辈听了得多伤心呐！都是一个村的乡亲，谁能轻易舍弃谁？如今逃难在外的难民里，像咱们村这样齐整的不多了。以后到了安身地界，一村人相互照应着，别人也不敢轻易的欺负咱们。往好处想，别什么事儿还没发生呢，就把自己给吓坏了。真吓出个好歹来，还得抽出人来照顾你们。村长每个院子安排了7、8个壮劳力守着，外头一有风吹草动，立马就能迅速反应。除了孩子们，屋子里的妇人们也不敢睡得太死，手边放着山里带下来的木刺做武器，没有木刺的则放着尖锐的碎石或者瓦片，总之能用来防身的东西就放在随手就能拿到的地方。杨婉早早的便往自家人手里塞了电击器，这种东西他们上次用过，小巧易藏，让人防不胜防，威力还极大，最适合防身了。杨三和林氏至今还不知道他的空间，杨婉也不好拿太稀奇的东西给他们，只得嘱咐道：三叔三婶千万别离开我们，咱们要挨在一起才能安全。杨三以为他害怕，安抚道：万万别怕，只要三叔还有条命在，就不会让歹人伤了你们。林氏也笑着道：难得见婉婉这么害怕，三婶还挺稀奇的，平时就是小大人一个，居然也知道怕呀。杨婉一阵无语，知道他们是误会了，也不多做解释，到时候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。宁川把妹妹安顿好，随手拿了根木刺，要跟杨三一起去守夜。杨三把他给拦住了，现在还用不上他，他年纪还小，浑身都没有2两肉的，也吓唬不到别人。宁川心有不服：我不小，我都14了。14岁也还是个孩子呢，你安心睡吧，要不是跟着我们，你们也不会遇上这事儿，倒是让你们跟着担惊受怕了。不是这样的，若不是婶子心善，我们早就饿死了。杨三依旧不同意，伸手想要把他手中的木刺给拿过来。宁川扭了扭身躲过了，长期的饥饿导致他脸颊深陷，颧骨突出，显得眼睛特别的大。此刻他的眼里透着固执，说什么也不肯妥协。杨三见劝他不动，便点头同意了。哎呀，这孩子也真犟啊，你看着点他，可别让他出事，他还小。杨三点头，带着宁川和大黑出去了。下半夜的时候再换二黑和其他人上。许是清河村的村民们太过谨慎，这一夜过得还算是平静，那伙人没有机会下手。翌日，大伙又早早的出发赶路了。杨三沉声道：昨晚大黑发现那伙人的踪迹了，他们果然还跟着咱们。这是不打算放过咱们呢？这该如何是好？总不能一直防着呀。那伙人迟迟不下手，是在等待时机呢。可他们总不能一直防着，总得有个解决办法吧。杨婉思索良久，如今的形势，他们与这伙人势必要有一场恶战的。既然怎么都要打，那肯定得找一处利于他们的地形打。壮劳力和兵器的数量上，他们可能是比不上对方，可是论山野求生，那他们可是专业的。杨婉几步走到村长身边，把想法和村长一说。
村长的眼神骤然一亮，夸赞道：“侄女儿真是聪明。”村长带着众人进了最近的大山里。山虽然没有太冲山那么广袤险峻，但是正值春季，好多草木都发了芽，长了枝叶，遮挡了不少视野。进了山之后，众人走了约1刻钟，4个壮劳力便护着老弱妇孺们走另一边，剩下的人开始一边走一边布置陷阱了。村长又带人掩盖住妇孺们离开方向的痕迹。做完这一切，所有的壮劳力们各自找地方埋伏起来。有大黑和二黑在入口处盯着，一有动静他们便会回来报信。过了半个时辰后，大黑二黑跑了回来，叫了几声，众人知道那伙人要进来了。山外，领头的男人皱眉听着手下的报告：“老大，我们亲眼看到他们进了山，他们不是要赶路吗？昨天还走得那么急，今天不是攒的？好好的大路不走，非得进山，山里又不走现成的山路，尽瞧那些没有人走过的林子走。咱们本来是要跟上的，但是那路实在是难走，他们好像一点没觉得难走，还走得非常快。”领头的男人并不傻，闻言猜出了对方可能已经发现他们的踪迹了。废物，你们恐怕早就被人发现了。负责跟踪的几个人有苦难言，那伙人太谨慎了，还有2条猎狗呢，他们只敢远远地跟着，不敢靠近，就这还是被发现了。对方进山难道是为了甩掉他们？老大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要抄家伙跟上去吗？领头的男人还没说话，便有人回：当然要跟上，这么肥的羊怎么能放跑了？依我看，直接杀进去得了，省得夜长梦多。男人也在考虑这么做的可行性，一向谨慎的他也不敢贸然就做决定。他们进山恐怕不只是甩掉我们这么简单，我怕有诈。一群农家汉侥幸得了几把兵器而已，他们那么多老弱妇孺，自己都顾不过来呢，难道还想跟咱们硬刚？依我看，老大就是太谨慎了。这一路上咱们抢过的人没有1000也有800，比他们人多的队伍咱都抢过，屁事没有。有人赞同：就是啊，老大，要不直接杀进去吧？他们不知道哪里搞来的熊肉，吃我一顿我就记上了，恨不得当天就去全部抢过来。陆陆续续的有人出声，都是想立马进山杀人越货的，只有少部分人不吭声。不吭声的人都是心里忠于男人的人，他们等着他来做决定。行，既然你们等不及想去，我也不拦着，只是出了事儿，可别怪我们没有提醒你。我再提醒你们一遍，那队人不简单，你们若真是进去了，可要千万小心。是，老大就是太谨慎了，他们还能弄死我们这么多人不成？咱们可先进去了啊，到时候好东西可是咱们先得。领头的男人不再多说什么，该提醒的他都已经提醒了，就希望如他们所说的，那队人没有什么厉害的。男人转身又数了数，留下来的有31个人，也就是说进山的有86个人，那队人的壮劳力只有30几个，若这么多人进去都没能拿下他们，那他也就没有必要再追了。村里的壮劳力们等了许久，终于见到那伙人的身影。那伙人果然沿着他们留下的痕迹追了过来，有过捕猎的经验，他们极其有耐心，压低了呼吸，等着敌人落入圈套。啊！走在前头的歹人踩中了什么东西，突然被从天而降的木刺给扎中了，人群立马嘈杂起来，四处散开。怎么回事？有埋伏啊，小心！歹人们四处张望，始终找不到村民的踪迹。他们既然花时间设了陷阱，肯定没走多远，咱们20几人一组，分开找。这下正合村民们的意，若是不分散他们，人数上村民们不占优势，打起来要吃亏。可是只要分散了，村民们便能逐个击破。又有不少人踩中陷阱，在大部分歹人被陷阱吸引注意力时，村民们悄悄地从四面集合过来。就是现在！村民们突然抱起，冲出掩体，趁着歹人没有反应过来之时，便干掉了10来个。人数的优势加上对山林的熟悉，又是出其不意的突袭，不出1刻钟，20几个歹人便全部被放倒了。杀了他们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只是到底是杀人，跟捕猎是不一样的。他们也只是地里刨食的农家汉，杀完人，心里头那股狠劲一散，有些胆小的腿一软，便坐到了地上。赶紧起来，还有3个队的歹人没解决，不杀他们，死的就是咱们。你想想自己媳妇儿和孩子。闻言，几人又咬了咬牙起身，握紧了手里的砍刀。走，转移！村民们默契配合，迅速转到另一个方向，又故意发出一些声响，引歹人过来查看。就这样，又悄无声息地解决了一队。剩下的歹人人数上已经不占多少优势了，哪怕他们明目张胆地打起来，也完全不虚。
村民们不再躲藏，挑了一队，直接抱起。来人啊，他们在这里，快过来帮忙！有歹人喊道。可是他喊了半天，过来的却没有几个。剩下的人心里一惊，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，心里头产生了惧意。心里一旦产生惧意，气势上便会弱很多，很多会慌了手脚。村民们早就杀红了眼，想着被这群畜生抢走的物资，心里头更是来气，砍刀挥得虎虎生威，完全不像是个正常农民。没多久的功夫，进山的歹人便被村民们杀了个七七八八，只有5、6个漏网之鱼没有追到。不过他们损失了这么多人，想来也不敢再找他们的茬了。没了危险，村民们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，还有人有心情调侃：村长，平时看你斯斯文文的，没想到砍起人来那么生猛。村长在清河村时给众人的印象一向是温和讲理的，毕竟识字儿，天生给人一种文人的羸弱感。谁曾想砍起人来眼都不眨一下，就像是换了个人。我不生猛，难道等着被人砍死呀？再说我也是地里刨食的，还能比你们差了？我有一瞬间竟然觉得咱们占山为王，当个山匪也不错的感觉。村长，快来骂醒我！你怎么能有这种可怕的想法？这是咱们良民能起的念头。还有谁有这个想法的？有2、3个还真动过这个念头，不过就是心里爽那么一下，哪敢来真的呀？村长重点记住几个人，他可是根正苗红的良民，他带领的村民可不能有这种贼胆。刚下山那会儿，众人还担心被那伙剩下的歹人报复，毕竟杀的那群人里可没有领头的那个男人。那几日，众人都小心翼翼的，休息的时候也紧紧挨着，也安排了人守夜。风平浪静了几天，大黑二黑也没有发现有人跟踪，众人这才完全放下心来。如此又走了3日，他们遇上了10来个结伴逃难的难民，对方见到他们很是谨慎，调转方向，想要离他们远一些。村民们对他们的做法倒是理解的，毕竟他们自己也才刚刚摆脱一群歹人。村长带着2个村民上去攀谈，想要得到更多的信息。村长笑容和煦地走过去，对方更加戒备了。不用怕，我们是良民。对方朝村长身后的村民们看了一眼，顿时更加害怕了。好家伙，谁家良民人手一把兵器的？说是匪徒都有人信吧？我们是沧州逃难来的百姓，路过此地正巧碰上你们，我们只是想打听些消息，并无恶意。你们若是不放心，我们就不靠近了，就这样问几个问题便走。你们想问什么？村长一喜，声音温和。你们可知哪个州府愿意收留难民的？他们得到的消息太少了，一路上没怎么遇见其他难民，哪怕是遇上了也知之甚少。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建州可以收留难民。村长皱眉，他们现在的位置离永州最近，只需2日的时间便能走到。若是建州的话，那他们还需走上5天时间。永州官府可是不接收难民了。对方见村长一行人似乎真的只是打听消息，并不像是匪徒，便放下心来解释。我们去过永州了，永州官府对待难民比李州官府更加严苛，他们甚至不让难民踏入永州地界，各个交界处都有官兵把守，有强闯的难民通通被射杀，否则我们也不会原路退回来。对方的另一个人道：建州能接收难民的消息也是在那边得到的，不知道真假，我们正要赶往建州呢。村长叹了口气，对官府的敬畏少了许多。这不是官逼民反吗？真把老百姓逼到绝境了，不用等异族打进来，百姓自己就会造反了。怪不得会有那么多难民逃着逃着就变成匪徒了。多谢各位解惑，如此我们便也赶往建州，与各位倒是顺路，不知各位是否愿意同行？既然对方愿意给他们消息，省了他们来回折腾的功夫，村长也是想帮一帮他们的。多的不说，他们人口多，兵器足，匪徒轻易不会对他们下手，跟他们一起走，多少也能得一些庇护。对方好像认真在思考村长的建议，10几个人短暂的交流了一阵。如此便多谢各位照拂了，实不相瞒，我们路上遇见不少匪徒，侥幸逃过几次，跟你们同路，我们确实会安全不少。村长笑着点头，转身跟村民们说明情况，2拨人就一起朝着建州赶去。建州荒凉，地广人稀，若是有选择，百姓一般也不会选择建州定居的，因为建州也是常年战乱。建州是在大齐的西北部，周边的异族虎视眈眈，年年都要打上一场。好在有定国公陆渊陆大将军一家镇守，建州百姓才得以安然度日。
一伙人赶了5天时间，在物资快要耗尽的时候，终于赶到了建州。城门外，大批难民正排着队办理入城手续。看到此景，众人欢呼出声：“哎，能进城！”有人感叹道：“终于可以有处安身之所了，哪怕是在城里要饭，也比在外头担惊受怕的强啊！”村长背过身去，抹了抹眼角，逃了那么长时间的难，他终于带着他的村民们平安找到了安身之所。哪怕以后的日子还艰难，可是好歹人还活着不是？比起死在沧州的同胞们，他们都算是幸运的了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人群中有饿得受不了昏死过去的，这时便有官兵上前查看，检查有没有异常，不是奸细后，便会安排人抬进旁边临时搭建的棚屋里。等到人醒之后，送上一碗稀粥，再办理手续。也有耍横想要插队的，乱子还没闹开，立马就有配刀的官兵上前镇住了。杨婉见了，心里赞叹：不对百姓见死不救，也不对百姓兵刃相见，这才是为民的好官兵呢。看来镇守建州的定国公是位真英雄。排了约1个时辰的队，眼见就快要轮到他们的时候，村长赶紧通知：咱们赶紧把自家户籍找出来拿好喽，办理手续要用的。杨婉从空间里拿出自家的户籍递给冯氏，冯氏上的户主是明泽，小家伙被冯氏拉到身边候着。轮到清河村的时候，村长上前去跟官兵说明情况：我们是沧州平安县清河村的村民，一共22户106口人，还有一位是隔壁清溪村的秀才老爷。办理手续的官兵诧异地看了众人一眼，他办理了这么多人的入城手续，还是第一次碰见一个村那么多人齐齐整整的来办理的。官兵不由带上了几分敬意。